男人重生回到过去的第一件事，竟然是生吞100公斤的低级魔石。教授们看到这一幕都被吓傻了。要知道，就算是智力低下的野蛮战士都不会生吃石头。可还不等雷蒙德细细品味，下一刻炙热狂躁的魔力从体内迸发而出。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正在吸收魔石中的魔力。此刻雷蒙德能清晰感受到，体内狂暴的魔力正缓缓地被心脏包裹的圆环吸收。在一切归于平静后，雷蒙德看着体内奔腾的魔力欣喜若狂。如果使用这种方法，那么他一定能克服马奈线狭窄症带来的问题，说不定还能因此改变家族没落，历史上第一位被学院赶出，沦落至3流佣兵魔法师的命运。然而在此之前，雷蒙德本是开国功勋家族的继承人，可自从父亲战败后家道中落，想要夺回领地，就必须进入魔法塔累积功勋，但这对于他来说是绝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只因他患有马奈线狭窄症，天生经脉细小脆弱，无法承受过多的魔力，同时也无法释放魔法，对于魔法师来说简直就是最可怕的惩罚。也正因如此，雷蒙德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位被学院赶出的学生。自那以后，他就只能勉强依靠3流魔法师的水平，在社会的最底层成为一名佣兵垂死挣扎。可幸运女神似乎遗忘了他，在佣兵工会门口等了足足2天半后，迎来的却是人数已满的消息。望着钱包里仅存的几枚硬币，雷蒙德无可奈何，只能前往大博物馆，应聘了大部分魔法师都唾弃的清洁工。在打扫前，管家甚至还特意警告道，若是展览品因此出现瑕疵，就算把你们都卖了也赔不起。连绵不断的唠叨声让雷蒙德心情变得烦躁。然而当他路过一扇大门时，裤兜里突然传来了剧烈的震动，而震动的来源正是母亲的遗物。见状，雷蒙德抬头望去，双手双脚不自觉地动了起来，似乎就像被命运吸引一样，迫使他去揭开其中的谜底。随着雷蒙德不断深入，手中传来的震动感越发强烈。雷蒙德此刻能感受到母亲遗留的灵魂似乎想诉说着什么。见此，他闭上双眼，昔日的记忆在此刻浮现，正是雷蒙德小时候与母亲一同来到博物馆游玩。这时他突然发现，在博物馆的角落中有一件古董正深深地吸引着他。接着雷蒙德猛地张开双眼，连忙来到记忆所指之处，而其中摆放的正是古代龙的心脏。此刻戒指更是发出了急促的嗡嗡声。望着眼前发生的一切，雷蒙德陷入了沉思。龙的心脏和酷似龙眼的戒指为什么要哭泣？为何要将它带到这里？随着雷蒙德将戒指戴上，震动也随之停止。与此同时，龙骸和龙心开始颤动，紧接着戒指射出一道耀眼的紫色光芒，低沉且古老的龙语在耳边响起：当心脏和眼睛相遇，神龙将重现于世。只见一头金色的巨龙赫然出现在眼前，你有资格成为新神话的基石。为了这个神话，我再给你一次机会。此刻雷蒙德猛地意识到，构造这个世界的齿轮重归于初，而他期盼已久的命运终将迎来。待他再次张开双眼，眼前的一切是那么的陌生且熟悉。只见教授抡起字典往雷蒙德的脑袋猛地一砸，接着一脸和善地说道：你小子胆子可真肥，就算你是全校第一，也没有资格在我的课堂上打瞌睡。然而此时意识刚刚清晰的雷蒙德反倒是一脸懵逼，完全弄不清此刻的情况。可当看到去世已久的休伯特教授时，雷蒙德顿时惊慌的不知所措。直到看到熟悉的校服和光滑的脸颊，雷蒙德才终于清醒，并意识到他居然真的回到了过去。此时休伯特教授揉了揉紧皱的眉头，随后哐当一声，雷蒙德就被扔出了教室。直到现在他都还不敢相信，这种能回到过去的魔法真的能被称作魔法吗？这时雷蒙德突然想起，那时就是因为戒指异动召唤了神龙。可当低头看去时，原本带有戒指的无名指却是空无一物。难道说真的是母亲在帮助他吗？这时休伯特教授结束了今日的课程，来到雷蒙德的面前，再次严肃批评，并让其午休结束后来一趟办公室。闻言，雷蒙德低头认错，表示中午一定会准时到达。虽然两世为人的他已经很久没被人骂过，但雷蒙德却一点都不生气，反而内心感到十分开心，因为已经很久没有人关心过他了。这时雷蒙德的后脑突然遭到猛烈的一击，回头望去，正是上一世经常欺负他的恶霸3人组。只见胖子挥起手，恶狠狠地喝道：你这家伙居然敢不理我们，我看你是刚刚睡蒙蔽了吧。眼看巴掌就要落下，为首的弗雷德却出手拦住，接着眼神冰冷地望去，你如果不想挨打，现在就跟我来卫生间。看着3人逐渐远去的背影，雷蒙德却扑哧一笑，看来他真的是回到了过去。然而这时一道冰冷的机械声响起，任务从霸凌中解脱出来，教训一下欺负你的3个同学。突如其来的虚幻面板令雷蒙德有些惊讶，伸手想要确认眼前发生的一切，可就在这时耳边却传来了弗雷德无情的嘲笑：你不会想着逃跑吧？这里可是学院，你觉得你能逃到哪里去？望着弗雷德狂傲的笑容，顿时令他的眼眸中充满杀气，愤怒在此刻攀升到了极致。先不管这个任务是什么妖魔鬼怪，先揍他们一顿准是没错的。要知道如今的雷蒙德早就不是前世的懦弱少年，2年半的雇佣兵生涯，相比于那时面对的害人魔物，这3个小混混简直是不值一提。接着雷蒙德走进卫生间，率先发起攻势，解决了刚刚想要对他动手的黄毛胖子。还不等其他人有所反应，紧接着又是一拳击向面门，强大的力量瞬间让其飞出数十米远。然而眼前的一幕却并没有让弗雷德感到惊慌，反倒是嘴角勾起一抹玩味的笑容。所以你为了打败我，去学了那些垃圾的武术吗？不愧是没落的家族呢。接着弗雷德拿出魔法道具套在手指上，虽然学院中禁止使用魔法，但是用点小道具根本不会被发现。说罢，弗雷德就闪身来到雷蒙德的身前，紧接着向前猛地一挥。可令弗雷德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全力一击竟被轻而易举地接住，不管他如何发力都无法从中挣脱。只听见咔嚓一声，弗雷德的手腕被扭曲至10度，顿时惨叫声响彻整个卫生间，钻心的疼痛让他扑通一声跪坐在地上。此时的雷蒙德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愤怒，你这个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被家族抛弃的废物，
若是再胆敢辱骂我的家族，我必定让你体会到什么是生不如死。此时黄毛再也没有之前的云淡风轻，脸上爬满了无边的恐惧。随着雷蒙德举起拳头开始蓄力，连绵不断的惨叫声从卫生间中传出。片刻后，只剩下3道失去意识的人影发出细微的哀嚎声。在离开前，雷蒙德特意警告道：若是不想再遭罪的话，以后最好离我远一点。结束这一切后，雷蒙德感到一阵虚脱，哐当一声瘫倒在地上。已经很久没有如此兴奋了，特别是眼睛感觉非常的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获得任务奖励可食用低级魔石。看着凭空吐出的石头，雷蒙德一脸懵逼，系统居然让他吃这玩意，就算是野蛮战士也不让蠢到去吃石头。似乎是看出了雷蒙德的疑惑，系统再次弹出弹窗提示该魔石可食用。在沉默片刻后，雷蒙德最终选择相信系统，将魔石吞了下去。可还不等雷蒙德细细品味，下一刻炙热狂躁的魔力从体内迸发而出。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正在吸收魔石中的魔力。此刻雷蒙德能清晰感受到体内狂暴的魔力正缓缓地被心脏包裹的圆环吸收。在一切归于平静后，雷蒙德看着体内奔腾的魔力欣喜若狂。如果使用这种方法，那么他一定能克服马奈线狭窄症带来的问题，说不定还能因此改变家族没落，历史上第一位被学院赶出，沦落至3流佣兵魔法师的命运。那么前世悲惨的一切都将不复存在。随后雷蒙德来到办公室，此时休伯特教授已经等候多时。对于像雷蒙德这样天资聪明却患有马内线狭窄症的学员，他从来没有歧视或者放弃过，反倒是今日生气的原因是担心雷蒙德遭受到了同学们的排挤欺负。闻言，雷蒙德心中一暖，在上一世教授就从未放弃照顾他，于是雷蒙德首先否认了霸凌，接着又向教授表示感谢。眼前的一幕让教授微微一愣，他已经许久没有见过雷蒙德有这样的笑容。不过即使这样，休伯特也不打算放过他，毕竟在他的课堂上无规矩不成方圆。只见他拿出一本书，要求雷蒙德在7日内完成有关于4元素学的深化分析报告，而这种难度的分析报告，就连高年级的学员都会觉得困难。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完成休伯特教授的课程，任务奖励可食用低级魔石。让雷蒙德出乎意料的是，没想到这样也能触发系统任务。接着雷蒙德自信一笑，我会完成这个课题任务的。画面一转，在接到任务后，雷蒙德便回到宿舍。对于他来说，这种程度的课题一点都不难。前世为了保住没有希望的魔法能力，他废寝忘食的学习理论知识，就算被学院赶出成为佣兵，也没有放弃学习。世界所有的魔力理论早已深深地刻入他的脑海。但在这一世，有一件比学习更加重要的事情，那就是锻炼魔力线。顾名思义，就是魔力循环的线路，而这也是释放魔法的基础。通过呼吸吸收的魔力，顺着魔力线循环聚集在心脏上，最终形成魔法。通俗来讲，魔力线越结实，累积的魔力就越多，释放的速度就越快。但上一世的雷蒙德经脉过于细小且脆弱，一场战斗中最多释放1次魔法，甚至有时连1次都释放不出来。然而不知是否上天觉得他的命运太过坎坷，在一次魔物讨伐中，雷蒙德意外寻找到了2本古魔法书，其中记载的更是所有魔法师梦寐以求的魔法线锻炼术。Overload 是通过锻炼肉体来扩张魔法线的锻炼方法，而 Wizard Body 是让肌肉组织代替一部分魔力线的技巧。当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只要身体越强壮，魔力线就会越结实。可上一世获得秘籍的时间太晚，已经成型的身体在修炼后并没有太多变化。但这一世不一样，雷蒙德正值大好青春，必定能克服马内线狭窄症带来的症状。在锻炼了2分半后，雷蒙德疲惫地靠着大树旁休息。然而这时系统再次发布任务，修炼古代魔法师秘籍，完成5000米长跑。任务奖励：提升秘籍，加强体质的速度。闻言，雷蒙德不禁发起牢骚，可为了心中的信念，还是拖起疲惫的身躯再度跑了起来，直到身体提不出一丝力气，终于完成任务。时间来到第2天，看着雷蒙德提交的分析报告，就算是休伯特教授也不禁怀疑道，这真的是一个学生写出的报告吗？仅凭学院发放的教材，居然能得出这么有深度的结论。然而在看到雷蒙德脸上信心十足的表情，以及愿意以魔力发誓，彻底让休伯特教授信服。与此同时，系统也发放了任务奖励。但是让雷蒙德在意的是，在发放的任务奖励中还有这么一句话：由于对4元素的理解更加深刻，将根据理解程度增加以下效果。提高魔法威力，减少魔力值消耗，缩短施展魔法时间。见状，雷蒙德立马向教授拜托一件事：我想使用教授专用书库。闻言，教授疑惑地询问道：学生的图书馆已经足够学生们使用了。可令休伯特没想到的是，雷蒙德不仅天资聪慧，学习速度和学习能力还极强，短短1年的时间就看完了整个图书馆。可即便如此，休伯特也不会立马将钥匙交给他，因为他要测试雷蒙德有没有使用教授书库的资格。于是乎，连绵不断的系统任务发放下来。紧接着，雷蒙德来到花园，开始了每日任务锻炼魔力线。哪曾想刚锻炼完，耳边便传来戏谑的嘲笑声：你就是那个被上天惩罚的魔法废物吗？听说你打了我的弟弟。闻言，雷蒙德毫不畏惧：所以你是想来报仇的吗？听到这话，安顿却露出一脸不屑：你可别想错了，谁会对一个虫子报仇？用脚踩死就可以了。说罢便一把撞开，扬长而去。而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在魔法实战课堂上，当着所有老师和同学的面，狠狠地羞辱他。
在上一世，雷蒙德就是众人欺辱的对象，看来要好好准备一番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雷蒙德不断重复着魔力线锻炼以及提交休伯特教授的课题任务。随着任务一个个的完成，如今雷蒙德已经累积了足够的魔石，但眼下却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他的魔力线真的能承受魔石的魔力吗？若是承受不住，必死无疑。想到这里，雷蒙德顿时心生胆怯，可随后他又闭上双眼，他相信这段时间的训练成果，接着猛地将魔石全部吃下。刹那间，无数狂暴燥热的魔力从体内迸发而出，整个身体仿佛要被烧成灰烬。此刻雷蒙德必须尽快创造出魔力路线，将魔力流动形成新的魔法阵环，接着将手附在胸口处，一道法阵自心脏上浮现，不负众望，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雷蒙德成功跻身成为二环魔法师。画面一转，休伯特教授再一次发出赞叹，没想到雷蒙德竟然真的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美完成了所有的课题。紧接着教授发出了最后一问，也是比之前所有课题更本质更接近真理的问题：在形成魔法的4个构造里，你认为哪个更重要？可随后休伯特教授立马就后悔了，他花了20年才想明白的问题，居然问一个学生。可让教授没想到的是，雷蒙德居然真的说出这个问题的答案，答案是心态。所谓魔法，就是利用魔力在世界产生现象的能力。世界把这个过程分为4个阶段：领悟自然现象的理解，把自己领悟的内容画在心里的心态，为了让一切具现的咒语，以及利用魔法咒语让魔法出现在世界上的显现。虽然理解心态显现是可以通过努力和学习掌握，但心态不是靠努力学会的，只有突破自身界限框架，才会提升心态的水平。一个普通的2环魔法师，若是能将花火模拟成火箭，那么他就能施展出魔法火焰剑。可若心态超越了世界的极限，那么魔法就会蜕变成为扭曲世界规则的强大力量，而这就是魔法的本质。闻此，休伯特教授嘴角勾起一丝赞赏的微笑。学生图书馆对于你来说太小了。在雷蒙德成功通过休伯特教授的考核后，他便立马前往书库。与学生图书馆不同的是，仅是第1层就堪比4个足球场，随便从书架上选取一本书，都是足以在魔法界掀起腥风血雨的存在。然而正当雷蒙德沉迷于书海中时，一股冰冷的寒意直冲脊骨，浑身不自觉地开始站立。可当回头望去时，却空无一人。就在雷蒙德一脸疑惑之时，反方向却传来了一道轻柔的声音：小朋友是这边。而来人正是岩塔塔主达利亚，其威名在整个世界都是响当当的。他不仅是全世界寥寥无几的8环魔法师，即便年过80，却依旧能利用魔法维持全胜姿态。而在他的带领下，岩塔也一跃成为赤塔系列中的巅峰。然而接下来魔塔主做出的举动却令雷蒙德大吃一惊。只见达利亚掏出了一根棒棒糖，一脸宠溺地递给了雷蒙德，这让雷蒙德有些许诧异，随后又询问起你一个学生是怎么进入教授专用书库的。闻言，雷蒙德解释道，他得到了休伯特教授的同意。听到这话，达利亚嘴角勾起一丝微笑，怪不得你能学会神奇的东西。殊不知在达利亚的眼中，雷蒙德的身体状况被探查得一清二楚，缭绕在周身的纯粹魔力以及魔力的排列状态和稳定性，在这样的年纪来说是十分难得的。在达利亚的目光下，雷蒙德只感觉一阵恶寒，可随后达利亚走到他的身旁安慰道，你不用担心我会对你动手，你并不是邪恶的存在，所以我不打算教训你。闻言，雷蒙德紧绷的神经放松下来，低头表示感谢，随后只听见拐杖点地的声音，下一秒达利亚就从他的眼前消失，只留有空中许久不散的轻柔话语，孩子，你可要好好成长哦。直到雷蒙德离开书库，他都没想到居然能碰到达利亚塔主，这次的收获简直超出他的预料。然而就在雷蒙德刚准备回宿舍，就被拦住并出言嘲讽道，像他这种窝囊废，就算在教授书库多看几本书还是个废物，不管做多大的努力，全部都是白费力气。闻言，雷蒙德只是冷眼相望，因为马上就会让他们明白什么才叫真正的恐惧。不久后便迎来了雷蒙德的第1节魔法实战课。按照课题规矩，第一个被叫到名字的学员可以指定自己想对练的对象，一般教授会优先叫实力较弱的学生，让他们挑选跟自己水平相当的完成第1场对练。在前世，老师每次都是第一个叫雷蒙德，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第一个上场的学员居然是安顿。只见安顿与老师擦肩而过，嘴角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原来安顿早已跟老师勾结，为的就是在第1次对决中好好的教训雷蒙德一顿。只见其嚣张的向着看台上叫嚣道，你这家伙在发什么呆，还不赶紧滚下来罗素！雷蒙德。与此同时，在休伯特教授的办公室内迎来了一个意料之外的客人，而此人正是魔塔塔主兼其师傅的达利亚大人。只见其毫不客气地坐在沙发上，听说你把教授专用书库的出入证明交给了一个学生。闻言，休伯特顿时有些慌张，难道那孩子做错了什么事情吗？看着昔日弟子的表情，达利亚微微一笑，不，只是好久没有遇到这么有趣的人了。听到这话，休伯特低下头，没错，雷蒙德得了罕见的马奈线狭窄症。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达利亚打断，你的眼光看来变低了呀。那个孩子早已克服了自身的问题，如今他早已跻身进入2环魔法师。画面一转，此刻雷蒙德接到系统任务，在魔法对练中获胜，任务奖励可食用低级魔石以及开放40千克的亚空间。看到这里，雷蒙德心中不禁一阵欢喜。要知道亚空间只有超级有钱的魔法师才能使用，可以储存除了活物以外的任何东西。然而就在这时，安顿不耐烦地朝着台上大喊道，你还愣在上面干什么？若是你害怕了想活命，那就跪下来求我。闻言，雷蒙德扑哧一笑，哈，
求你！下一刻，澎湃的魔力自体内迸发而出。你敢把你刚刚的话再说一遍吗？随着钟声的敲响，战斗一触即发。安顿瞬间在手心凝聚了炙热的火元素，紧接着二环魔法火球术骤然攻去。然而雷蒙德只是轻轻的抬起手臂，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仅靠一个斜面，不仅完美挡住了袭来的火焰，还顺势将席卷而来的热浪吹开。随后更是看准时机，趁着安顿魔力不足导致威力下降的那一刻，发动魔法火箭术。一瞬间，火箭化作流星爆射而来。见此情形，安顿只能发起攻击之起护盾。剧烈的爆炸声顿时响彻整个比武场。可令安顿万万没想到的是，只是挡住一次攻击，就让他的双手都为之颤抖。可还不等他缓过来，下一发火箭术早已蓄势待发，根本不给他任何喘息的时间。而看台上的教授们更是啧啧赞叹，雷蒙德对于咒语的理解居然如此深刻。见状，安顿使用二环魔法火焰隔绝盾，能阻挡一切火属性的魔法。只要耗尽雷蒙德的魔力，那么这场战斗将会轻而易举的拿下。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这正中了雷蒙德的下怀。只见其解除了手中的火焰剑，转而发动风属性魔法风剑，在风剑的攻击下，盾牌一触即碎。而这一幕更是将台上的教授看得冷汗直流。他真的是那个雷蒙德吗？与此同时，被重创的安顿跪倒在地上，魔法的攻击让他差点喘不过气来。可还不等他有所反应，下一秒雷蒙德就闪身来到其身前，猛地一拳砸在了他的胸口上，紧接着拳头如狂风暴雨般落下。见此一幕，被收买的老师连忙勒令叫停比赛，这根本不是魔法，马上停止比赛。然而休伯特却不慌不忙地说道：“你仔细看看，雷蒙德身上围绕了什么东西？”这时教授才猛地发现，雷蒙德将魔力像骑士的斗气一样附着于全身，就连休伯特教授也无法看懂他是如何做到的。此刻他欣慰地看着场下，雷蒙德，你真的做到了。而随着雷蒙德最后一拳落下，安顿彻底失去战斗能力，晕倒过去。此刻这一幕让教授冷汗直流，若是这是被弗雷德的里克商团知道，他必定吃不了兜着走。这时休伯特突然和善地提醒道：“别发呆了，快宣布这场比赛的胜利者吧！”随着洪亮的声音响彻赛场，我宣布本场比赛的获胜者是罗素·雷蒙德。然而雷蒙德在获胜后却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震惊的决定，只见其伸手指向上方：“我要继续挑战。”与此同时，系统任务发生改变，任务奖励连胜时会有更多的丰厚奖励。此时雷蒙德傲立于比武场之上，创立了学院有史以来最顶尖的14连胜战绩。就连休伯特教授也忍不住赞叹道：“师傅的眼光依旧毒辣，只是看了一眼就立马看穿了雷蒙德隐藏的一切。”可让他感到疑惑的是，雷蒙德是怎么做到能如此快速的成长的？画面一转，雷蒙德回到宿舍，与此同时系统开始发放任务奖励。这时一个满是问号的任务奖励引起了他的注意，随即唤出亚空间，将手伸入亚空间之中。下一秒，一张古老的羊皮地图赫然出现在眼前。随着地图被拿出，系统也再度发放任务，请到地图上标记的地点完成后续任务。其中还特意警告道，若没有达到3环，务必不要前去地图标记位置。闻言，雷蒙德不禁想起前世悲惨的记忆，前世为了晋升3环可谓是吃尽苦头，直至失败99次后才勉强晋升成功。并且最重要的是，在雷蒙德这个路痴的眼中，就连地图的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更不用说找到地图中标记的地点了。于是雷蒙德决定前往教授书库，寻找有关于地图的线索。首先，雷蒙德拿出有关于恩迪米温王国相关的书籍，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直到将书库中的王国分布相关书籍看了个遍，都没有找到跟羊皮地图相关的情报。休息过后，雷蒙德逐渐重归平静，他意识到他在地图上浪费了过多的时间，目前最重要的应该是尽快的晋升至3环魔法师。然而雷蒙德刚走出书库，迎来的却是数不胜数的冷嘲热讽。看到这里，他的眼神逐渐冰冷，即使拜托了蔑视和欺负，但他依旧是孤身一人，不管是前世还是现在。就在这时，一道温柔的嗓音在耳边响起，只见休伯特教授拍了拍他的肩膀，表示有事需要他来办公室一趟。看着教授波澜不惊的面孔，雷蒙德一扫刚刚的孤寂，属于他这个年纪的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来到办公室后，教授便开口询问是否想跟他一起做魔法研究，到时会根据你做出的成果，在论文的结尾后加上你的名字，你看如何？然而雷蒙德的心思却被桌子上的书本所吸引，拿起一看，心头猛地一震，这不正跟地图所标记的位置一模一样吗？于是雷蒙德略感抱歉地说道：“不好意思，教授，我已经有暑假计划了。”随后递上手中的书籍：“我要去这个地方。”看到书籍上的地面，休伯特顿时一愣，随后也没有强求。而在雷蒙德离去后，休伯特一直在思考刚刚的事情，难道世间真的有这么巧合的事情？不过这说不定是件好事，毕竟那位魔塔塔主现在也在马尔迪巴市。此刻魔塔主达利亚正悠闲地享受他的假期，这几年来不仅要保护王国，还要发表魔法，还得抽出时间培养弟子，可谓是一点休息时间都没有。而昨日正是对于魔法师来说最重要的一节课，9、6、3，这3个数字对于魔法师来说意义非凡。9环魔法师代表这个世间的顶点，6环魔法师代表你是个合格的魔法师，却具备了踏上大魔法师的资格，而3环则意味着你作为魔法师可以独当一面。回味至此，不仅让达利亚会想起了之前的那个孩子，不知再次见面会不会收到更大的惊喜。与此同时，雷蒙德乘坐马车来到了马尔迪巴市，可不管车夫怎么呼喊，都没有任何人回应。打开车门后，更是惊慌的不知所措。片刻后，只见雷蒙德一人狼吞虎咽。原来他为了尽快提升实力，决定在路途中晋升3环魔法师，可晋升途中出现了差错，为了稳定体内狂暴的魔力，甚至耗尽了所有体力。不过好在最终成功晋升至3环魔法师，这样的成果令雷蒙德欣喜若狂，只用了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就超越了回归前的境界。但如今的雷蒙德早就不满足于此，他必须变得更加厉害。
只要这样才能重新拾回家族的荣光。可随后就出现了一个让他棘手的问题，不识路的他分不清地图所指位置。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吆喝声引起了他的注意，正巧就是他所去的目的地。于是雷蒙德假借旅游的名义加入旅游团，在达到山顶的那一刻，就立马跳下山去独自行动。在随着地图的指示来到一处瀑布时，地图中突然涌出金色的光芒，在空中凝聚成一个信标。看着光标进入的方向，雷蒙德自信一笑，果然自己猜测的没错。随即风元素在手中凝聚，一发锋剑击穿了奔腾的瀑布，随后猛地一跃而入。可随着他不断深入，雷蒙德心中却越发疑惑。虽说系统特意嘱咐他在达到3环后挑战，可别说动物，就连一只动物都没有见到。就在这时，前方奇怪的建筑引起了他的注意。只见柱子上杂草丛生且布满灰尘，没有万年绝不可能如此。这时远方突然闪过一丝光芒，而此地正是地图上所标记的宝藏位置。可雷蒙德刚一靠近，他的身体却猛地一颤，一股冰冷的寒意直冲脊背。此刻雷蒙德在心中暗骂道：看来是最近的日子过得太轻松了，他怎么能忘记当佣兵的经验？像这种连只动物都没有的地方，是只有强大的捕食者才拥有的地盘。然而就在他刚停下脚步，身前就骤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科摩多巨蜥，尾巴化作长鞭，以迅雷之势横扫而出，当即劈断了面前一片坚硬的石柱。好在雷蒙德在第一时间就将魔力附着于全身，及时的跳出了巨蜥的攻击范围。但这一击也是令雷蒙德心中大惊，科摩多巨蜥是需要2个佣兵团联手攻击才能抓住的怪物，所以现在的最优解是立马逃跑。雷霆之力迅速在手中凝聚，一瞬间由雷电化作的长矛在手中蓄势待发，接着猛地向前掷出。被击中的巨蜥顿时发出痛苦的哀嚎声。见状，雷蒙德立马朝着石门奔去。可这时石像守卫突然拦住去路，冰冷的声音在四周响起：证明你的魔力资格。闻言，雷蒙德心头猛地一震，而此时巨蜥早已摆脱负面效果追来。见此，雷蒙德决定孤注一掷，既然无法逃开，那就决一死战。说罢，狂暴的火焰魔力瞬间爆射开来。就在3环魔法火焰剑即将飞射出时，巨蜥却猛地刹车停住，随后在雷蒙德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双膝跪下，俯首跪拜。与此同时，拦路的石像也收回了武器，冰冷的声音再度在耳边响起：你已经证明了自己的资格。说罢，大门中心的红宝石顿时散发出耀眼的光芒，强烈的光线瞬间让雷蒙德失去了感知力。待他再次睁开双眼，已然来到了一处陌生的空间，四周被刺骨的寒冰所包围。这时雷蒙德突然注意到身后传来诡异的声响，回头望去，只见一只巨大的龙角被封印在看台上。与此同时，系统发布任务，毁掉洞穴中的所有冰魔像，任务奖励获得5个终极可食用魔石。下一刻，魔像身上的坚冰开始寸寸碎裂，接着数只体型巨大的魔像将雷蒙德围住。见状，炙热的火元素在手中汇聚，猛地向后方爆射一发火球术，瞬间剧烈的爆炸声响彻整个洞穴。雷蒙德此刻十分清楚，若想要击败魔像，就必须破坏其内部的魔力核心。可当烟雾散去时，魔像周身由寒冰形成的铠甲居然只是裂开了一点。见此，雷蒙德愤愤地咬紧牙关，这到底是用多寒冷的冰做出来的？既然火元素魔法没用，那就用风元素魔法将其吹散。然而让雷蒙德没想到的是，此时他突然无法凝聚风元素之力。不仅如此，就连杀伤力最大的雷元素魔法也无法使用。接连无法使用魔法，让雷蒙德只能疲于躲避魔像的攻击。这时雷蒙德突然想起了系统任务所标注的文字，请通过火之试炼。想到这里，雷蒙德瞬间了然，再就意味着在这场试炼中只能使用火焰魔法。但此时的雷蒙德已被魔像打得节节败退，连绵不断的攻势让他只得不断后退，最终被逼着墙角退无可退。危急时刻，空中骤然飞射出3发火焰箭，对着先前碎裂的铠甲猛然袭去。紧接着再度抬起手臂，又是一发炙热的火球术爆射开来。虽然解决掉了2只魔像，但在干掉魔像之前，魔力必定会先耗尽，所以他得找到其他的办法。若想一口气攻破结实的冰面，必须把威力都集中在一个点上，以点破面。想到这里，雷蒙德眼眸猛地一顿，接着身形闪动拉开距离，首先在手中凝聚一发火焰剑，接着使用增大咒语，然后再加上火焰球的复制咒语，以及最后将这一切合二为一的压缩咒语。然而就在雷蒙德奋力压缩火焰剑时，冰霜石像已然挥舞着拳头来到身前，眼看攻击就要落下，只见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待光芒散去，原本坚不可摧的魔像胸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空洞。与此同时，一个崭新的魔法骤然出现在他的手中。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您对火焰属性的理解程度超过极限。此刻雷蒙德能感受到手中凝聚出来的火焰长矛，其威力已经足以匹敌一般的5环魔法，但在威力强大的同时，也意味着需要耗费更多的魔力。于是雷蒙德不再犹豫，抄起长矛向着魔像直冲而去。仅是瞬间，雷蒙德如同流星一般瞬间贯穿了3具魔像的躯体，接着身形闪动来到魔像群中，手中长矛以雷霆之势横扫而出，当即斩倒了面前2只魔像，接着闪身躲避身后袭来的攻击，举起手中长矛自上而下一个挥击，将魔像劈成2半，这样就只剩下最后一只了。可就在这时，魔像突然出现在其身后，猛地一拳将雷蒙德击飞出数十米远。若不是及时用长矛挡住，这一击怕是能当场将其送往黄泉地狱。更重要的是，如今雷蒙德体内的魔力不足1/10，若是下一击空了，则毫无反手之力。见状，雷蒙德眼眸一凝，紧接着扬起手臂积蓄力量，猛地将长矛对准核心爆射而出，随着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隆声，最终以雷蒙德贯穿魔像的躯体拿下试炼，随后脱力晕倒过去。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完成任务获得被遗忘的王的角。此刻被封印在台上的巨角，下一秒锁链骤然崩裂，炙热的火焰自脚尖开始燃烧，接着一道耀眼的光满照亮至整个洞穴。待雷蒙德再次睁开双眼，却发现自己被锁链绑在一处未知的空间中。
与此同时，冰冷的声音在耳边响起：通过火之苦难和试炼，碰触到至高无上的思念的人啊，我赐予你王者碎片。说罢，龙角骤然出现在雷蒙德的身前，紧接着猛地朝他冲去，如流星般贯穿了他的胸口。剧烈的疼痛让雷蒙德双眼失去聚焦，可随着龙角不断深入，下一秒耀眼的红色光芒自他的体内四散开来。只见一道巨大的神龙虚影出现在上方，他用古老的龙语缓缓说道：请用这个力量拯救这个即将破碎的世界。待雷蒙德睁开双眼，却发现自己已然回到了马尔迪巴市，而脑海中也完全没有关于试炼的记忆，有的只有系统连绵不断的提示：您已吸收被遗忘的王者之酒，因身体极限无法完全吸收，现已隐藏在体内中。看到这里，雷蒙德举起右手，下一刻澎湃的魔力在周身激荡开来。此刻雷蒙德不可置信地瞪大了双眼，这居然是他的魔力，仅仅是1天的时间就提升至足以媲美4环的魔力。想到这里，雷蒙德流下了庆幸的泪水，当初真的以为要死在那里，不过好在给的奖励足够丰厚。这时一道熟悉的声音在雷蒙德的耳边响起：没想到在这里也能遇到你。回头望去，没想到岩塔塔主也在马尔迪巴市。通过短暂的交谈得知，原来达利亚大人是感知到了一股魔力过来一探究竟，没想到魔力的源头居然是你这个小家伙。此时达利亚眼眸一凝，开启魔眼，当即就发现雷蒙德体内的魔力不仅变得更加纯粹了，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跻身于4环。难道说他不是英才，而是天才吗？这时雷蒙德询问塔主大人：你怎么在马尔迪巴市？因为这个地方鲜为人知，原来马尔迪巴市是他的故乡，每年夏天都会回到这里休养度假。可随后达利亚话锋一转：但是雷蒙德你怎么来马尔迪巴市？闻言雷蒙德陷入沉思，不过有一点是他能确定的，那就是现在不能说真话。紧接着雷蒙德一拍胸口大声说道：世界这么大，我想到处去看看。这蹩脚的演技让雷蒙德自己都有些汗颜，不过达利亚反倒是不在意，因为他更在意的是雷蒙德的隐藏潜力，他要测试一下这个孩子的气量。伴随着一声响指落下，雷蒙德周身骤然燃起炙热的火焰，待到火焰散去，在他斗篷处出现了象征着岩塔的徽章。与此同时，系统发布任务，帮助达利亚讨伐停留在马尔迪巴市贩卖人口的海贼。原来在恩迪米王国是明令禁止人口贩卖，甚至不允许贩卖奴隶的船只停留在港口，但就算管理的再严格，依旧会有漏网之鱼。可偏偏那群不长眼睛的家伙将船只停靠在了岩塔主的家乡马尔迪巴市附近。虽然岩塔主一人也能解决掉他们，但此次作战的核心目标是为了救出人质以及抢到船只，所以需要制作更加精细的作战计划。闻言雷蒙德瞬间了然，也就是说此次的作战目标是声东击西，由岩塔塔主在正面发起进攻，解救人质的任务则交给雷蒙德来完成。可让雷蒙德感到疑惑的是，像达利亚大人这样身份显赫的人物，只要动动手指就会有数百名魔法师前来帮忙，可偏偏却选择了他，所以他肯定是在考验我。片刻后，两人便来到了船只附近。在作战开始之前，达利亚还特意为雷蒙德缓解心中的紧张。现在开始发生的事情可能对你来说有点难，但你要明白，守护者的道路不只是崇高，同时也是我们魔法师的宿命。说罢，脚尖一点腾空而起，我现在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你趁机将人质全部解救出来。只见达利亚升至半空中，看着下方的船只自信一笑，接着恐怖骇人的魔力至他体内喷涌而出，犹如一个紫色太阳一般照亮了整片大海。与此同时，下方的立刻进入戒备状态，架起武器对着上方发动攻击。然而这些攻击却连达利亚的防护罩都无法突破。下一秒，他的眼神变得冰冷无比，手中凝聚出一团被无限压缩的火元素。愚蠢的家伙们，居然胆敢隐藏在我的故乡！接着轻轻一吹，落下下方的船只，刹那间甲板上燃起熊熊大火。火焰如同吸血虫一般趋之若鹜，而这正是达利亚独特的火焰魔法——燃烧森林。其威名在整个魔法界都是令人胆寒的，仅靠一个人就能毁掉一座城市。与此同时，趁着甲板上陷入慌乱，雷蒙德悄悄咪咪地来到船上，顺着暗门往底部摸去。相比于甲板上人山人海的海贼群，船底只有寥寥几人在看管被关押的人质。这时，一双大手猛地扼住海贼的后颈，发动魔法闪电术，狂躁澎湃的闪电之力瞬间席卷海盗的全身，将他电了个七分熟。在解决掉海贼后，雷蒙德环顾四周，令他十分气愤的是，这群可恶的海贼居然还贩卖小孩子，真是一群垃圾。然而海块地牢中的动静就引来了数位海贼，看到同伴晕倒在地，为首的海贼拔出长剑怒喝道：干掉这个无礼的家伙！刹那间，数名海贼携刀一同向前冲去。见状，雷蒙德不紧不慢地在手中凝聚元素之力。你们可能搞错了，是我抓住你们才对。发动技能链是闪电，一瞬间，在场的所有海贼都被电成七分熟。海贼不服气地怒喝道：等到副船长过来了。然而还没说完，就又是一发闪电将其送入地狱。随后雷蒙德前往地牢最深处，里面暗淡无光，看不清状况，于是发动光魔法照亮。让雷蒙德没想到的是，里面居然是高傲无比的精灵一族。在看到雷蒙德斗篷上的岩塔标志后，其中一位精灵更是高傲地指使雷蒙德立马将他放出去。闻言，雷蒙德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然而这时一道声音从最深处响起：住手，你不能这么无礼。只见在地牢的最深处有一位白发白瞳的精灵少女，她缓缓地走向雷蒙德。你不是普通人，像日出阳光一般的纯粹的玛纳，我在你的身上闻到了精灵的味道。闻言，雷蒙德顿时一愣，自己可是纯种的人类，怎么会有精灵的气味？精灵们更是在听到这话后一改之前的态度，弯下其高贵的身躯请求雷蒙德解救伊吾大人和大家。望着眼前不可思议的一幕，雷蒙德呆愣在原地。看来眼前这名少女的身份深不可测，似乎比高级精灵的身份还要高贵。接着雷蒙德发动火元素融化门锁。这时白发精灵询问道：你杀掉海贼的水怪了吗？闻言，雷蒙德疑惑地望着他，海贼还驯养了水怪？画面一转，一名秃头男子来到了船舱底部。根据倒在地上的伙计，他立马就分析出敌方的实力非常强劲，因为他的属下
们精通魔法，却依旧不是他们的对手。对此，秃头男只是露出一丝阴险的笑容，毕竟很久没有这么好玩的玩具了。与此同时，在甲板之上，海贼们正奋力地抵挡袭来的火焰矮人。见状，船长也不再隐藏，拔出背后100米长的大剑，接着一跃而下，手中大剑以雷霆之势横扫而出，瞬间斩灭了让海贼们难以对付的火焰矮人。海贼们看到船长亲自下场，也是兴奋起来。船长来了，你这个臭娘们死定了，等着我们把你的四肢撕成碎片吧！见状，达利亚的眼中寒光一闪，等他再次出现，已然站在了原先船长所在位置，浑身散发的魔力气息更是尽显王者之姿。见达利亚如此托大，船长也是出言嘲讽道：“你一个魔法师还敢拉近距离，你就是船长啊！”闻言，船长自信一笑，自报身份：“我就是这艘船的船长克里克。”看着克里克浑身缭绕的纯净斗气，达利亚质问：“你作为骑士，为何要做这样的勾当？”闻此，克里克捂着脑袋癫狂一笑：“骑士有什么用？骑士的名誉能给他带来金迷纸醉吗？我们克里克兄弟靠奴隶不知道赚了多少钱了。”听到这话，达利亚眼眸一凝：“你还有兄弟？”然而这时克里克突然身形暴起，手中长剑瞬间朝着达利亚劈去，可手中传来的手感却令克里克感到不对劲。果不其然，砍中的只是一个分身。只见达利亚冷声询问道：“你的兄弟也是一名骑士？”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达利亚反倒是松了一口气。紧接着骇人的恐怖威压笼罩了整个船只。那就行了，害我白操心。发动魔法地狱火。然而在火焰矮人出现的一瞬间，就被克里克挥剑将其全部斩灭。可随后背后传来的炙热感让其脊背一凉。只见在其身后，被一刀两断的火焰矮人一分为二，瞬间局势逆转。克里克被数百只火焰矮人团团包围，在达利亚冰冷的目光中，克里克瞬间就被火焰矮人吞噬殆尽。此刻他才意识到，他面对的敌人并不是一个普通的魔法师，而是世间寥寥无几的9环大魔法师达利亚。与此同时，在船舱底部，雷蒙德身后的幕墙骤然碎裂，好在其反应及时，支起了魔法护盾挡下这致命一击。而来人正是海贼团的副团长，仅凭其身上散发的斗气威压，都让雷蒙德暗自心惊，说不定他的战斗力比船长还要强悍。这时系统发布任务，这是您第一次和剑客战斗，请在被制约的环境下击败他。此时雷蒙德也是清楚，若是在狭小的环境使用火焰魔法，先不说能不能解决掉敌人，保不准精灵和他都要葬身于火海。既然如此，刹那间闪电化作锁链疾驰而去。见状，副船长将剑尖插入地面，撬起地面的木板挡下这袭来的闪电，紧接着身形涌动疾驰而来。还不等雷蒙德准备好第二个魔法，就已经挥剑朝着他的脑袋袭去。不过好在雷蒙德及时发动防御魔法挡下这一击，可还不等他稍有歇息，魔法盾牌就骤然碎裂，雷蒙德被一剑砍中了身躯。可这却让副团长大吃一惊，因为这一剑足以将这家伙劈成两半，可雷蒙德却躲开了。不过身为前骑士的他很快就看出了其中奥妙，看出雷蒙德使用魔力包裹全身，以此来提高身体素质。可即便如此，副团长依旧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这种歪门邪道不足为惧，可很快他就会为自己轻敌的想法付出惨痛的代价。骑士雷蒙德前世沦为佣兵的时候遇到过一次，仅仅是因为撞了一下肩膀，就屠杀了一个无辜的佣兵团，直到路过的魔法师出手拦住，才得以阻止悲剧继续发生。而那个魔法师所使用的魔法就是这个。想到这里，雷蒙德伸手面向前方，在第一个盾牌魔法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个盾牌魔法，而雷蒙德也是凭此成功挡下了副团长这一击。看着自己的攻击被挡下，副团长也是稍有一愣，但这同时也给了雷蒙德出手的时机。转眼间3环魔法锋剑就狠狠地击中其胸口，将其击飞出数十米远。与此同时，门锁也被雷蒙德解开，赶忙让精灵们转移至安全的地方。然而刚准备离开，晕倒的骑士再度站了起来。此时雷蒙德一脸的不可置信，这是他第一次见到在正面挨了一发3环魔法能站起来的人。为了能保证人质们能安全逃离，雷蒙德只得架起盾牌抵挡攻击。见状，副团长也不再藏错，攻击如狂风暴雨一般席卷而来，根本不给其一丝一毫喘息的机会。而雷蒙德的想法也很简单，只要撑到大家跑到安全地带，就是吹响反击号角的那一刻。就在雷蒙德即将撑不住的时候，他终于收到了来自精灵的安全信号。一瞬间，整个船底被熊熊大火包裹。在副团长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此刻雷蒙德的眼眸已然转化成了神龙的眼睛。我现在就会把你干掉。而雷蒙德突然的转变更是让秃头男感到不可思议，他连忙挥剑先后退去，接着一抹病态的笑容浮出。他读懂了雷蒙德眼眸流露出的含义，你终于下定决心杀我吗？下一刻，秃头男骤然消失在原地，可在距离雷蒙德1米时却又猛地停下脚步。只见雷蒙德的周身缭绕着炙热的火元素，而这正是前几日他所钻研出的5环魔法火焰标枪。然而秃头男不愧是前骑士队长，在第一时间就感知到了这个魔法的恐怖之处，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若是后退必死无疑。举起手中长剑猛地向前刺去，伴随着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一抹耀眼的光芒瞬间吞噬了整个船底。与此同时，在甲板上，克里克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他引以为傲的斗气之剑在面对火焰巨人的情况下毫无作用，砍的次数越多，反而火焰巨人增加的越多。此刻他迫切的希望自己愚蠢的弟弟前来解围，只要他们两配合前后夹击，必定能拿下这个魔法界的传奇达利亚。毕竟以他弟弟的实力，欺负一个普通的魔法师不是手到擒来，所以他只要再撑一会。然而就在这时，克里克的脚底却突然传来了一阵炙热感，还不等他有所反应，一道磅礴的火元素光柱冲天而起，激荡的魔力瞬间就将
将克里克击晕过去。就连达利亚此时都满脸的不可置信，这样华丽且充满力量的魔法也是他第一次见到。这时达利亚的后方传来了许多杂乱的脚步，回头望去，正是被雷蒙德拯救出来的人质们。而当光柱消失后，在船底赫然出现了雷蒙德的身影。此时的他因为魔力耗尽和过重的伤势晕倒在地，在其恍惚间，系统提示音响起，您完成了任务并发放奖励终极魔石。而在船长和副船长都被击败后，剩余的船员们开始殊死一搏，不断的朝着船只发射利器，是要破坏船只将其弄沉。对此达利亚只是轻蔑一笑，举起魔棒向上一挥，刹那间火焰矮人化作流星朝着四周散开，瞬间就将剩余的海贼消灭殆尽。而在精灵一族独有的治愈之力下，雷蒙德逐渐清醒过来并恢复伤势。见到雷蒙德苏醒，达利亚也是出言赞叹道：“做得好，雷蒙德，你抓住2个骑士。”闻言，雷蒙德疑惑地询问道：“我记得我只干掉了1个呀？”对此达利亚只是默不作声地望向前方：“没关系，你只要知道是你干掉的就行了。”这时精灵公主也是出言道谢：“守护者感谢你拯救了我们，精灵一族欠你一个人情，虽然现在不能马上报答你，但是我是白色桂花部族的伊武，我以祖先的名誉发誓，我一定会报答你。”望着少女美丽的脸庞，雷蒙德将手放在胸口：“我叫罗素，雷蒙德，这是我作为守护者做了自己该做的事。”然而就是在这样青春洋溢的时刻，达利亚不解风情的出言打断：“你可不能忘了我们岩塔哦。”而精灵们也不愧是对强者毕恭毕敬的族群，一脸正色的对着达利亚汇报道：“岩塔主大人，我们已经检查完其他人的身体了，辛苦了，你的部下真亲切。”望着众精灵截然不同的态度，雷蒙德也是在心中默默的吐槽：“这群家伙可真是个势利眼。”这时雷蒙德突然想起一件事，随即转头向伊吾询问道：“伊吾大人，你刚才在船舱里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闻言，精灵少女开始回忆在船舱2人进行的对话：“你指的是精灵的气味吗？”然而正是这句话，却让魔塔主的心中顿时一惊。只见伊吾反倒是对着雷蒙德询问道：“那个恩人，你也是龙的混血儿吗？”听到这话，雷蒙德一脸懵逼。原来伊吾并不是一名纯种的精灵，体内还流淌着龙的血脉，虽然十分稀少，如同少的就像掉进湖里的一滴水一样，但即便如此，只要是拥有龙之血脉的生物，就能引起伊吾的注意。而在伊吾的嗅觉看来，雷蒙德身上精灵的气味十分浓郁，所以才会问出是不是跟他一样身上流着龙的血统。闻言，达利亚心中一喜，龙的混血儿，雷蒙德突然快速成长，难道是因为这个吗？看来在未来说不定会出现一个轰动恩迪米温国，不对，是整个世界的大魔法师。片刻后，众人安全地回到陆地，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慌乱，精灵们事先穿好了斗篷。就在精灵们准备离开时，达利亚向他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前面不远有个别墅，正好可以供你们恢复魔力，若是你们不嫌弃暂时住在那里呢，而却正好你们可以帮助罗素修炼。闻言，雷蒙德凌乱地指着自己：“怎么恢复魔力变成我修炼了？”听到这话，伊吾反倒是十分乐意，表示如果是用这种方式报恩的话。看着雷蒙德一脸窘迫的样子，达利亚伸手拦住，询问：“你不愿意吗？”于是乎，众人便踏上了前往达利亚别墅的路途。此时雷蒙德突然想起，那个岩塔主马上要开学了，没关系吗？对此达利亚回以一个 wink：“ 放心吧，休伯特会处理的。”片刻后，众人便来到了达利亚的别墅。然而刚一踏入，眼前的一切却令雷蒙德感到无比的熟悉，特别是位于花园中央的喷泉，正是他小时候与父母一同玩耍时来过的地方。于是雷蒙德伸手出言询问道：“塔主大人，这个别墅原来不是塔主的吧？”然而这句极具争议的提问差点让其他人误解，不知道还以为是魔塔主抢过来的呢。意识到不对的雷蒙德也是连忙先道歉。不过在得到肯定的回答后，雷蒙德还是忍不住的陷入了昔日回忆的温柔乡中。这里果然是家族的宅邸之一，只不过在家族没落之后，将其低价卖出维持生计了。也不知是命运的交织还是上天的安排，雷蒙德再一次回到了这个地方。在休养了1周后，伊吾便前往达利亚的办公室会面。而拥有魔眼的他，一眼就看出了缭绕在伊吾周身的木属性魔力。而达利亚叫伊吾前来的目的，是为了帮助雷蒙德进行修炼，以此提升实力。而修炼的方法，自然是精灵一族独有的特殊能力，他们能帮助精灵以外的族群打开精灵之门。与此同时，在另一边，雷蒙德一跃从100米的悬崖上跳下，扑通一声落入水中。而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寻死，而是为了修炼。在上一次与骑士进行战斗后，达利亚专门为其进行战斗复盘，而与骑士战斗中最重要的就是控制距离。说罢，达利亚施展魔法为雷蒙德演示：“你要学会在空中移动，用折叠空间向前走的感觉。”话音刚落，达利亚的身影就从半空中骤然消失。待他再次出现，已然出现在了悬崖的对岸。而这正是空间扭曲魔法闪烁。而这个魔法正是在于骑士对战中的最优解，甚至可以说，在魔法师与别人战斗时，一个非常重要的武器。于是乎，雷蒙德便在这100米悬崖之上开始练习魔法闪烁。而这也理所当然地触发了系统任务，请学会空间魔法闪烁。任务奖励获得可食用终极魔石。然而雷蒙德还是低估了学习这个魔法的难度。整整过去1周，他都在不断重复着从悬崖掉下，再从河堤下爬上这个过程。而在学习的途中，他也明白了，魔法闪烁是跟环的等级无关的魔法，这是只有领悟其中的道理的人才能学会的魔法。望着山崖下深不见底的河水，似乎有什么在他的心里明悟。于是雷蒙德再度向前踏出1步，然而结果依旧没有改变，扑通一声又落入水中。直到太阳落下，遭受到精神和肉体双重折磨的他，终于是忍不住抱怨道：“这到底是魔法闪烁训练，还是体力训练啊？”不过雷蒙德还是很快就调整自己的心态，安抚自己
自己浮躁的内心，重新集中注意力，并在心中默念道：用折叠空间的感觉。只见其再次向前踏出一步，元素之力将他的脚踝包裹起来。就在雷蒙德认为他即将成功之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响，吓得他魔力流转被打断。待他回头望去，发现叫他名字之人正是魔塔主达利亚。对此达利亚也是十分愧疚，一时间没反应过来，眼睁睁地看着雷蒙德从悬崖上掉下。片刻后，达利亚表示从今日开始，你将学习如何跟精灵们契约，而伊吾大人会在此期间帮助你。随即伊吾便让雷蒙德盘腿坐下，轻声说道：慢慢闭上眼睛，脑海中想象一个跟火有关的东西，不管是早上的太阳还是燃烧的篝火，什么都可以。一瞬间，炙热的火元素就将包裹至雷蒙德的全身。见此一幕，伊吾心中猛地一惊，没想到人类的身上居然有这么纯粹的玛纳。随后将双手抚在雷蒙德的肩上，从现在开始，我将进入你的内心引导你。精灵契约是一个鲜为人知的秘传，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每个生物身上都有精灵之门，无论是人类还是精灵，只要是从自然界中诞生的生物，那么它们的根源都是相互连接的，只需在接触点上可以打开门，精灵之门就会被打开。这本该是一个十分轻松的过程，可眼下的情况却令达利亚心中一紧。只见伊吾眉头紧锁，他感知到雷蒙德的心中有一股激流阻挡他，其中蕴含着滔天的怨恨。一瞬间，海量的负面情绪涌入他的脑海。明明精灵之门近在咫尺，可他们却无法触碰到。而雷蒙德此刻的精神状态也十分不佳，随时都有崩溃的迹象。然而就在下一秒，魔力骤然暴走，随着一阵耀眼的光芒闪过，在悬崖的底部发出一道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待雷蒙德睁开双眼，已然是回到了别墅。根据与达利亚的谈话中得知，在最后关头他的魔力突然暴走，然而晕倒，而伊吾大人也以此受了轻伤。闻言，雷蒙德的情绪有些许崩溃，身体蜷缩在一起，掩面哭泣。因为他的缘故，让周边的人受到了伤害。情绪稳定后，雷蒙德独自一人来到了花园，默默地注视天空。而此时达利亚则在书房默默地看着他。伊吾大人，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就当他们即将抵达雷蒙德内心的根源精灵之门时，他们被从未想到的巨大的感情激流拦住，无法靠近。虽然那些感情激流很像憎恨，但更像悲伤。虽然我不知道他是怎么隐藏的，但肯定很伤心。第二天一早，达利亚表示从今日开始要进行新的训练，打扫卫生。闻言，雷蒙德一愣，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然而达利亚却表示没有出错，在这一周的时间里，你要帮助别墅里的人大扫除。而在这段时间内，他和伊吾大人去首都办理事情，所以我们一周还在见。在走之前，达利亚还特意解释道：这不是罚你，所以你别想来了。闻言，雷蒙德心中侵入一股暖流，随后更是在心中愤愤宣誓，在打扫后剩下的时间用来练习闪烁。然而他心中的想法似乎被达利亚看透，忘记跟你说了，这一周禁止使用魔法。对此，雷蒙德虽然心中十分困惑，但还是毅然决然地拿起扫把。既然如此，那就一边打扫一边锻炼身体吧。说罢，雷蒙德就化作流星疾驰而出。然而还没等他跑出多远，就一脚踩上了水渍，扭了脚，连同着花瓶和拖把哐当一声摔在地上。还不等雷蒙德从地上爬起，身后就骤然出现一道身影。谁让你打扫时向前跑的？这可是达利亚大人珍惜的花瓶，而此人正是别墅中掌管女仆的侍女长。在这一周的时间里，雷蒙德都要听从他的指示。望着侍女长布满乌云的阴沉之色，雷蒙德本以为要被狠狠地训斥一顿，哪曾想侍女长反倒是递出一块手帕。达利亚大人曾说过，你一周内不能使用魔法，所以请以后用我告诉你的方法来打扫卫生。殊不知从这时开始，雷蒙德才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地狱。整整一天的时间，他都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犹如一个机器人一般，不断接收从侍女长口中发布的任务。就算好不容易有了休息的时间，雷蒙德的脑海中都是永无止境的侍女长的声音。此刻他甚至怀疑到，难道是精神力的强化训练吗？休息片刻后，侍女长表示午餐时间到了，请跟他一起前往餐厅吃饭。闻言，雷蒙德尴尬一笑，表示自己想单独吃饭。然而侍女长只是冷眼一望，完全不给雷蒙德任何理由借口开脱，二话不说便将其带往佣人餐厅吃饭。让雷蒙德没想到的是，在这个中型别墅里居然有这么多的佣人。这时身旁的管家跟他打起招呼：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罗素。雷蒙德。闻言，管家顿时猛地一颤，而这一举动更是让雷蒙德心中紧张到极致。难道他知道我的事吗？然而下一秒，管家就开始不停地夸赞道：你长得可真帅啊，黑头发红眼睛可不常见。此话一出，顿时引起餐桌其余女仆的附和，就连相貌凶狠的大叔也是笑呵呵地出现在雷蒙德的身后。你看上去很结实啊，我可以摸你的胳膊吗？而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似乎是有意的在跟雷蒙德拉近距离，不让这个小伙子看上去这么孤单。然而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生活的雷蒙德，反倒是很不习惯，只是在心中默念，只要再坚持一周就好。而在结束了上午室内的工作后，雷蒙德又体会到了室外劳动者的心情。虽然此刻他十分不理解，明明像这一类的工作，只需要动动手指就能轻松完成，时间很快就过去。经历了一天的劳碌，众人也是在外支起桌子聚餐，一口啤酒下肚，一天辛苦的劳作似乎都被消退。然而还不等雷蒙德喝下，就被一巴掌拍向后背，将酒吐出。见此，雷蒙德不解地望向大叔，只见其义正言辞地解释道：你还是学生，可不能喝酒，喝酒的话肌肉可是会变小的。闻言，雷蒙德也是猛地意识到，现在可不是在佣兵时期。这时管家笑呵呵地出言说道：没关系没关系，况且眼前这么美的风景，不喝酒岂不是浪费了？听到这话，雷蒙德顺着管家的目光望去，眼前的一幕让他顿时失神。他有多久没有像这样子安稳稳地停下了吃一顿好饭了？然而就在这时，侍女长突然从众人的身后出现并打断道：你们
们做错了一件事，喝酒怎么能没有下酒菜呢？而在侍女长的加入后，聚会再一次的闹腾了起来。望着逐渐接受不再躲避的雷蒙德，以及洋溢在脸上的笑容，侍女长那波澜不惊的眼神中似乎流转着什么感情。而7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这段时间对于雷蒙德来说可谓是最轻松快乐的日子。他如往常一样坐在水池边，虽然明天就是最后一天了，可心中却有点舍不得。这时一道声音从雷蒙德的身后响起，看来你很喜欢这里啊。闻言，雷蒙德抬头望向天空，坐在这里会让我想起一些人，听说魔法师可以瞬间移动，你不能去见他们吗？瞬间移动魔法很难，就算我真的会，他们也去了我找不到的地方。在侍女长离开之前特意嘱咐道，明天是打扫卫生的最后一天了，请在最后竭尽全力吧。接着又补了一句，虽然我不懂魔法，但你是个好人。闻言，一股暖流席卷了雷蒙德冻结已久的内心，侍女长的身影在他的眼眸中如同篝火一般熊熊燃起。时间来到第8天，达利亚如实的回到了别墅，他拎着雷蒙德来到了花园，讲述起了在都市中发生的事情，给伊吾大人找恢复损伤的魔力的药，花了一点时间。精灵们的魔力很特殊，随后他们又去了记录馆确认一些事。说罢，达利亚停下了脚步。这个别墅以前是雷蒙德家族的。闻言，雷蒙德陷入沉默，心中五味杂陈，不知如何作答。伊吾大人说，你心里有巨大的激流，所以很难靠近精灵之门。这些激流可能是悲伤、冤枉、生气，又或者全都是。当我听到这话的时候，我就想起来第一次见到你时，为了学习魔法，我将你认成了一人孤军奋战的英才。可现在回过头一想，那个背影应该是想要重新建立家族的孤独的家主的模样啊，所以我决定将这座别墅送给你。闻言，雷蒙德猛地一惊，并表示自己不会接受。然而达利亚却让雷蒙德先不用着急，这不是免费送给你的，作为条件，你要成为岩塔最厉害的魔法师，以及王国的守护者，随后努力赚钱，从我手里买这栋别墅不就行了吗？你明白了吗？老妖，你不需要一个人这么拼命。片刻后，众人回到丛林，决定再次尝试打开精灵之门。由于上次伊吾去精灵之门时没有唤醒雷蒙德的精神，所以他决定这次换个方法，让2个人一同前往精神之海。闻言，雷蒙德有些不自信地说道，如果又让你受伤怎么办？然而伊吾却竖起大拇指表示自己买了很多的药水，所以肯定没问题。于是雷蒙德再度按照之前的方法。下一刻，雷蒙德的意识瞬间插入精神脑海中，他跟随着伊吾的脚步来到悬崖旁，眼前波涛汹涌的激浪阻挡了2人的去路，让雷蒙德很难去靠近精灵之门。见状，雷蒙德向前走去，想要一探这些激流的真实身份，可还没靠近，就有一股滔天的负面情绪扑面而来。一瞬间，雷蒙德顿时明白了这些激流从何而来，这是他无法消灭的东西。这些激流就如同病毒一样，已经深深地扎根至心脏底部。然而就在这时，处于精神脑海的雷蒙德却突然听到了外面的声音。你觉得雷蒙德是个怎样的人？他是个好人，没有让他一个人独处吧？是，绝对没有。闻此，昔日的记忆骤然涌出。慈祥和蔼的教授，表面冰冷却十分关心他的侍女长，热情真诚的佣人们，以及特意为了他前往都市的达利亚大人。这是雷蒙德重生以来第一次流下泪水。没错，虽然这些激流无法消失，但可以越过去。接着便毅然决然地向悬崖边缘走去。他顶着扑面而来的负面情绪，猛地向前踏出一步，因为雷蒙德知道，就算他掉下去了，他也不再是一个人。发动魔法闪烁，下一刻，雷蒙德的身影骤然从原地消失。待他再次出现，已然来到了精灵之门的面前。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您完成了任务，发放奖励可使用终极模式。但此时却让雷蒙德犯了难，虽然是过来了，但他现在要怎么做？然而话音刚落，身后就猛地传来声音，在如此寂静的空间里，顿时吓得雷蒙德一激灵，而声音的来源正是精灵公主。不好意思，把你吓坏了吧？我们之间连接着玛纳，可以交换想法。就在这时，系统发布任务，按照混血精灵伊吾的指示，召唤精灵并进行契约。任务奖励可使用终极模式。随即，雷蒙德按照伊吾的指示，将手缓缓靠近精灵之门，接着闭上双眼，将选择权交给精灵之门中的精灵们。一瞬间，雷蒙德恍若进入了一个未知的空间，无数双眼睛在黑暗中默默注视着他。这个时候，雷蒙德只能默默等待。没有人会知道接近你的精灵是什么形态，有什么力量，说不定没有精灵会选择他。等待就是目前他们所能做的。闻言，雷蒙德放开玛纳，向四周传递信息。如果觉得太难，你们不用过来，我不会因此伤心，因为当我能走到现在这个地步，都是心怀感激的。话音刚落，一只巨大的红色神龙伴随着魔法阵赫然出现在雷蒙德的身旁。只见其低下头颅与雷蒙德的右手触碰，伴随着一道耀眼的光芒闪过。雷蒙德睁开双眼回到现实，只见一只小小可爱的红色精灵赫然躺在他的怀中，哼哼唧唧的样子让人忍不住怜惜。见此一幕，伊吾也是流下激动的泪水，众人也是纷纷献上祝贺。就在这时，雷蒙德猛地发现自己居然在不经意间成为了4环魔法师，这不禁让他心中一喜。在他跨过心理障碍的那一刻，成为4环魔法师也是水到渠成。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其中让雷蒙德最在意的是，居然还有额外奖励。可还不等他研究是啥，小红龙突然飞了起来，接着趴在他的头顶打起呼噜，似乎对雷蒙德这个新契约者很是感兴趣。小红龙如此可爱的模样，也是惹得伊吾母爱大发。这好像不是一只普通的精灵，你给它取个合适的名字，只要取了名字，这样就能完成你和精灵之间的契约了。闻言，雷蒙德将小红龙高高举起，居然你全身红红的，那不如就叫熏肉吧。闻言，在场的众人顿时一愣，在孩子的取名天赋这么差的吗？看着大家的反应，雷蒙德也是连忙解释是开玩笑的，随即正色道，那么就叫佩珀如何？闻言，小红龙顿时开心的叫出了声，似乎对于这个名字
十分满意。一旁的三人组听到后也是长呼一口气，这个名字真可爱。但其实不然，这个名字实际上是从意大利香辣肠里选了俩字。不过雷蒙德可不敢说出来。这时达利亚笑呵呵地说道：“那么作为庆祝，明天开始给你做特训吧。”同时伊武也是自告奋勇：“精灵的课交给我吧。”1个月后，学院终于迎来了魔法塔派人选学生的日子。不过对于这个等级分化严重的事情，名额大部分早已定下。早在新生入学之初，塔就已经预定好了人才，且每个学期都会给他们单独做特训。与此同时，门卫的播报声响彻校门口：王都白塔的选官到了，王都黄塔的选官到了，王都青塔的选官到了，以及最后的王都岩塔的选官到了。然而当教授看到来人时，神色却猛地一惊：怎么来的人是师兄？而在下车后，红发男子开始环顾四周，随即默默念叨道：“他还没到吗？”见此一幕，教授瞳孔顿时一锁，乌尔森师兄居然当选官，难道师傅不想要雷蒙德吗？然而就在这时，乌尔森猛回头望去，他感知到身后有一股十分强大的魔力波动，只见天空之上划过一道七星踏步，而施展魔法之人正是雷蒙德。此时雷蒙德也是紧赶慢赶，终于在迟到之前回到学院。而在乌尔森看清来人后，便头也不回的离去。可当有人自信看去，会发现在乌尔森的脸上布满了嗜血好战的欲望。此刻他的心中想到，打败这家伙应该很有趣。原来就在不久前，修行完成的雷蒙德在门前做最后的道别：“谢谢大家这么照顾，伊吾大人希望你能平安回到部校。还有侍女长，我一定会回来的，到时我会成为别墅的主人，请你管理好别墅。”闻言，侍女长的眼神像看透一切一般。果然如此，希望你能成功。在离开之前，达利亚拜托雷蒙德一件事情，希望他能将这封信交给休伯特。可让雷蒙德感到疑惑的是，达利亚大人的脸上却充满担心。画面一转，雷蒙德将信封交给了休伯特。在看过信的内容后，休伯特一脸严肃：“幸好你及时赶回来，但是这次的魔法塔选择学生，我可能帮不上你，我需要处理一件急事。”闻言，雷蒙德表示没有关系，他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被选中。但休伯特却一脸严肃地说道：“你可不能小瞧乌尔森师兄，在这一场选举中，需要的不是全力以赴，而是要成为最棒。不过如果是你的话，应该可以。”闻言，雷蒙德眼眸中闪过一丝自信：“是的，你不用担心。”与此同时，系统发布任务，获得10位选官们的认可，任务奖励可使用低级魔石。画面一转，第一次选举开始比试。对于雷蒙德来说，比试并不难，上一世留级时他做过好几次。但让雷蒙德最在意的是老师收到的信。在上一世，休伯特教授就经常出差，甚至没时间在学院上课，然后没过多久就迎来了永远的沉睡。但那时的雷蒙德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岩塔派给高级魔法师的危险任务，所以他能在这一世阻止休伯特教授的死亡吗？而在第一场比试结束后，雷蒙德不负众望地获得了比试第1名。而第2次选别则是面试。当他站在面试现场时，雷蒙德就明白了一件事情，他一定能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这个证据就摆在眼前。上一世选别时，雷蒙德记得乌尔森师兄不是选官，那就说明他的未来改变了，所以他必须要进到岩塔阻止教授的死亡，他一定要得到选官的承认。而随着面试的开始，一道道刁钻冷僻的题目从面试官口中说出，只不过这对于雷蒙德来说反而比比试还要简单。但在这场面试中，回答题目并不是重点，而是在面试的过程中抗住选官们释放的魔力。上一世他就是在第2次考试落选，但这一次不同了，就连绿塔的面试官也忍不住赞叹道：“你挺厉害，在暴风一样的魔力中能做到表情不变。”闻言，乌尔森反倒是嘲讽道：“就这。”接着如大海般波涛汹涌的魔力席卷而来，强大的威压甚至让雷蒙德脸色变得狰狞，就连一旁的面试官都忍不住担心道：“这个疯子，这样下去搞不好候补生会死。”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雷蒙德居然抗住了这一波威压。见状，其他面试官再也无法保持冷静，毕竟这连负责记录的菜鸟教授都扛不住，可雷蒙德却抗住了，这是个不错的人才啊！而随着这一波优异的表现，雷蒙德一次性获得了9个面试官的认可。见此，乌尔森顿时兴趣大发，继续加大魔力威压的力度。就在双方为了较劲不断抗争之时，绿塔面试官拍了拍乌尔森的肩膀，阻止了他，因为再这样下去，恐怕在场的菜鸟教授们都要上天堂了。随后，雷蒙德结束了面试，来到门外，哐当一声坐在地上。不愧是休伯特教授的师兄，他差一点就要昏倒了。不过让他有些出乎意料的是，即使这样都无法获得乌尔森的认可吗？看来这个师兄可不简单啊！与此同时，在走廊的另一侧，面试官们对于雷蒙德刚刚出色的表现赞不绝口，只可惜岩塔主早就看中了他。这时白毛开口调笑道：“乌尔森，听说他是你的小徒弟，所以你现在开始是要整顿军纪了吗？”哪曾想乌尔森却满脸杀气的回头望去：“你说谁是小徒弟呢？”见状，白毛顿时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连忙向乌尔森道歉。其余面试官也是一脸担忧，却欲言又止，似乎不知道怎么安慰他。而此时乌尔森却陷入了回忆，由于他的失职，他的军队不仅在那场战斗中惨败，还被敌军狠狠羞辱，每一个人都在无尽的痛苦中缓缓死去。等他赶到战场时，只留有满地队员的尸骸残骨，自责愤怒在一瞬间冲破了这个钢铁一般男人的内心。也是从那时起，乌尔森对于军队纪律就十分重视。在休息片刻后，第3次选别正式开始。此次的比赛内容是寻找宝物，在学员身后的丛林中埋藏了许多这样的绿色宝石，然后面试官将根据找回魔石的数量以及回到出发点的顺序进行打分。闻言，雷蒙德默默地环顾四周，面试官们定下这样的规则，那么学员们必定会为了抢夺魔石而杀红了眼。但这些对于
雷蒙德来说都不算什么。此时他最在意的是，若是能夺得第3次选别的考核，能得到乌尔森师兄的承认吗？想到这里，雷蒙德叹了一口气，放平心态，他只需要将自己能做到的事情做到最好就行了。接着跟随着大部队涌进茂密的丛林中，找了一处偏僻且无人关注的地方，举起双手汇聚火元素。下一刻，精灵佩珀赫然出现在他的怀中。根据从精灵公主伊武大人获得的情报，从玛纳世界来的精灵们对于魔力有极高的亲和力，能感知到魔力所处的位置。接着雷蒙德从空间口袋中掏出魔石，将其放在佩珀的鼻子下，拜托了佩珀，帮我找找这样的石头。嗅过后，佩珀便朝着远处飞去，仅片刻功夫就带着雷蒙德找到了一处被法阵刻印的大树下。与此同时，在黑市的某个商铺中，一名黑袍人拎起店主，愤怒地呵斥道：“跟你交易的魔法师都去哪了？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卖了魔法咒语需要的材料。”闻言，黑袍人手中的力度加大一分：“那你知道你那个所谓的魔法咒语是邪教徒的魔法吗？”闻言，店主心头顿时一惊，还不等他反应过来，就被黑袍人猛地拍在墙壁上。帮助邪教徒就是背叛王国，你若是不想因此被处于极刑，那就说出这些魔法师去哪里了。闻言，店主表示自己真的不知道，但他从那些魔法师的口中得知过，那个应该被烧死的女人有了新徒弟，他们要先去瞧一瞧那个徒弟的脸。听到这话，黑袍人连忙丢下他向后方跑去，全身魔力功率更是催动到极致，而此人正是休伯特教授。他明白现在情况紧急，必须立马赶回学院。罗素有危险，不对，是整个选别考试都有危险。与此同时，在丛林内，一个黑色的诡异人影突然出现在了学员的眼前，吓得他浑身一激灵，连忙朝着前方发射魔法封剑。随着封剑稳稳命中，黑影哐当一声倒在地上。突如其来的状况令黄毛慌张的想立马跑路，是别的候补生吗？应该没死吧，反正这时竞争，我现在赶紧离开。可随后他却又在猛地停下脚步，脸上满是害怕且贪婪的笑容。既然他是候补生，那么说不定他身上有魔石。可当他走近一看，却发现地上并没有倒下的人影。就在这时，一只巨大的骷髅士兵赫然出现在他的身后。等他意识到时，只剩下痛苦的哀嚎声回荡在这片丛林中。另一边，雷蒙德跟着佩珀的飞行轨迹来到丛林深处，而眼前的一幕让他震惊且疑惑：两袋子满满的魔石摆在空地之上，并且他还发现，在其中还藏有一颗坏掉的魔像核心。这意味着候补生在还没有召唤魔像之前就被击败。什么时候学院里有这样的人物了？就在这时，佩珀突然朝着前方吼叫，紧接着地面凸起无数的刺，如同波涛海澜一般席卷而来。危机时刻，雷蒙德连忙将魔力附着全身，加强肉身，跳出了大地魔法的攻击距离。可还不等他稍有歇息，又是数道光魔法接踵而至。好在雷蒙德身手敏捷，一一躲过。然而明枪易躲，暗箭难防，数道锋剑悄无声息地袭到雷蒙德的身后。好在佩珀及时发觉，一口龙之吐息将袭来的锋剑摧毁。做得好，佩珀！接着雷蒙德发动魔法火焰剑，伴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所有的魔法机关都被毁灭殆尽。待到烟雾散去，雷蒙德已被数位候补生团团包围，而其中更是不乏贝塔看中的优等生。对此，雷蒙德出言嘲讽道：“没想到你们这些优等生打不过，就用这些卑鄙的手段。”闻言，为首的男子不服气地怒斥道：“闭嘴！像你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找得到魔石？”可随后他们突然发现，飘荡在雷蒙德身旁的精灵，原来如此，我明白你为什么能这么快找出魔石了。对此，雷蒙德嚣张一笑：“我比你们快一步找到又怎么样？你们怎么用一副根本不可能的语气说？看来你们跟几个教授私下做交易，我不想插手你们这些肮脏的事情，前提是你们不会妨碍我。”闻言，男人顿时怒火中烧，发动魔法就要给雷蒙德一个教训。然而下一秒，雷蒙德就出现在他的身后。见此一幕之人心头顿时一惊，居然是魔法闪烁，就连他们的教授都没掌握的魔法。可就在这时，佩珀突然开始浑身颤抖，对着数量深处不断吼叫。闻言，雷蒙德凝神朝着丛林望去，可在漆黑的夜晚中，他只能感知到丛林在不断晃动。随即雷蒙德向众人询问道：“我是说，如果说帮助你们的教授说过破坏魔盒吗？”闻言，绿毛顿时一愣：“不，他们没说过。”但其实他们也感觉有些奇怪，不过为了能通过考核，也没太多想。突然，雷蒙德凝聚魔法，朝着丛林望去，丛林中骤然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待众人看清之时，无数只不死生物正朝着他们冲来。此一幕，众人更是被吓得瞳孔骤然一缩，完全没有了刚刚的云淡风轻。恐惧的情绪令身体开始疯狂颤抖，接着身体本能地向朝着丛林外冲去。可随后绿毛却又顿在原地，因为他们已经被不死生物团团围住，无处可逃。见状，雷蒙德发动魔法火焰墙，瞬间熊熊火焰高高升起，形成一道帷幕。接着回头对着众人指挥道：“每个人负责一个方向，击败穿过防火墙的不死生物。”可这三人组就跟初出茅庐的小屁孩一样，完全搞不清情况，呆愣在原地。见状，雷蒙德朝着他们大声怒喝道：“都听清楚没有？”随即三人组才回过神来，后知后觉地表示知道了。而先前挑衅雷蒙德的绿毛更是感到一阵后怕，他居然想着欺负一个能使用4环魔法和闪烁的人。随着拉锯战正式开始，众人开始奋力抵挡突破防火墙的不死生物。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众人的魔力也是被消耗了大半。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防火墙只能临时抵挡外面的不死生物大军，必须得先找出隐藏在周围的下咒之人。不死生物是一群追求竞技魔法的邪教徒所召唤出来的邪恶生物，在50年前师傅就曾经参加过讨伐邪教徒的战役，他们现在出现于此到底有何目的？想到这里，雷蒙德脑海骤然闪过，难道这些人的目标是我吗？突如其来的推测瞬间让雷蒙德
德紧绷的神经出现松懈，给了不死生物可乘之机，疯狂地朝着雷蒙德奔去。好在他的魔法更胜一筹，一瞬间就将面前的不死生物击败。随即雷蒙德也是在心中暗暗警醒道，不能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现在需要将所有注意力放在战斗之上。邪教徒们所使用的魔法是某种诅咒，且这种诅咒只需要消耗极少的魔力，若长时间持续下去，只会对我们这一方不利。于是雷蒙德朝着身后的众人喊话道，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减少魔力使用并降低魔法伤害，尽量只攻击不死生物的要害，以此来降低魔力消耗。对此绿毛轻啐一声，你说的倒是容易，反正选官们马上就会过来，我们只要撑到那时候就行了。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蓝毛打断，选官们是不会来的。他说的没错，选官们个个都是数一数二的强大魔法师，怎么可能发现不了此地的邪恶气息？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影，可以肯定邪教徒们用了结界消除使用玛纳的痕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减少大小，让魔法尖端变得更锐利，随后击打不死生物的要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撑到选官过来。与此同时，在结界外，邪教徒们利用魔眼找到了雷蒙德的位置，此刻一股无语言表的兴奋从他们心中迸发，望着众人在结界中挣扎的模样，若是发生了无法减少魔力的情况，那你们要如何应对呢？话音刚落，一只体型巨大的半兽人就赫然出现在火焰墙中。见状，众人心中猛地一惊，为何在这种地方会出现这样的怪物？见此，蓝毛率先施展冰冻魔法禁锢半兽人的双腿，接着水晶激光狠狠地轰向其胸口。可这看似无懈可击的组合技，却连半兽人的皮毛都未伤到丝毫。只见一抹绿光自半兽人的眼眸中闪过，接着挥舞巨锤朝着橙毛猛地挥去。危机时刻，雷蒙德势如闪电挡下了这致命一击，并一剑秒杀了半兽人，可代价却是巨大的，这消耗了雷蒙德体内将近大半的魔力。眼前的一幕令蓝毛瞳孔骤然一缩，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与他们同期的学员吗？刚刚的那个魔法可是足以媲美五环魔法的破坏力。就在这时，雷蒙德感知到了佩珀传来的消息，只见佩珀在上空中不断转圈，而在下方正是隐藏了暗处的邪教徒们。对此，雷蒙德嘴角勾起一丝微笑，下一刻举起标枪，在蓝毛震惊的目光中猛地向外抛去，长枪如同迅雷一般轰然袭去，所过之处不死生物皆化为灰烬。见此，邪教徒动用全部魔力施展古盾，只听见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待到烟雾散去，只见在支离破碎的古盾下，男人彻底失去生命。可还不等雷蒙德高兴，在男人的身后骤然出现一双阴森的绿色眼眸。这颗龙心被遗弃在博物馆百年，无人问津，所有人都认为这是一块无用的破石头，唯独男人却两眼发光地望着他。因为只有他知道，当龙眼和龙心相遇的那一刻，龙心迸发出一道耀眼的紫色光芒，紧接着一头金色的巨龙赫然出现在眼前，古老且低沉的龙语在耳边响起，为了神话能再度重现于世，我将再给你一次机会。待雷蒙德再次睁开双眼，已然回到了上一世改变命运的第一个节点。此时无数只不死生物正朝着他们冲来，见此一幕，众人更是被吓得瞳孔骤然一缩，完全没有了刚刚的云淡风轻，恐惧的情绪令身体开始疯狂颤抖，接着身体本能的向朝着丛林外冲去。可随后绿毛却又顿在原地，因为他们已经被不死生物团团围住，无处可逃。见状，雷蒙德发动魔法火焰墙，瞬间熊熊火焰高高升起，形成一道帷幕，接着回头对着众人指挥道，每个人负责一个方向，击败穿过防火墙的不死生物。可这三人组就跟初出茅庐的小屁孩一样，完全搞不清情况，呆愣在原地。见状，雷蒙德朝着他们大声怒喝道，都听清楚没有？随即三人组才回过神来，后知后觉地表示知道了。而先前挑衅雷蒙德的绿毛更是感到一阵后怕，他居然想着欺负一个能使用四环魔法和闪烁的人。随着拉锯战正式开始，众人开始奋力抵挡突破防火墙的不死生物。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众人的魔力也是被消耗了大半，再这样下去不是办法，防火墙只能临时抵挡外面的不死生物大军，必须得先找出隐藏在周围的下咒之人。不死生物是一群追求禁忌魔法的邪教徒所召唤出来的邪恶生物，在50年前师傅就曾经参加过讨伐邪教徒的战役，他们现在出现于此到底有何目的？想到这里，雷蒙德脑海骤然闪过，难道这些人的目标是我吗？突如其来的推测瞬间让雷蒙德紧绷的神经出现松懈，给了不死生物可乘之机，疯狂地朝着雷蒙德奔去。好在他的魔法更胜一筹，一瞬间就将面前的不死生物击败。随即雷蒙德也是在心中暗暗警醒道，不能再犯这样的低级错误，现在需要将所有注意力放在战斗之上。邪教徒们所使用的魔法是某种诅咒，且这种诅咒只需要消耗极少的魔力，若长时间持续下去，只会对我们这一方不利。于是雷蒙德朝着身后的众人喊话道，从现在开始，所有人减少魔力使用并降低魔法伤害，尽量只攻击不死生物的要害，以此来降低魔力消耗。对此绿毛轻啐一声，你说的倒是容易，反正选官们马上就会过来，我们只要撑到那时候就行了。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蓝毛打断，选官们是不会来的。他说的没错，选官们个个都是数一数二的强大魔法师，怎么可能发现不了此地的邪恶气息？可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影，可以肯定邪教徒们用了结界消除使用玛纳的痕迹。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减少大小，让魔法尖端变得更锐利，随后击打不死生物的要害，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撑到选官过来。与此同时，在结界外，邪教徒们利用魔眼找到了雷蒙德的位置，此刻一股无语言表的兴奋从他们心中迸发，望着众人在结界中挣扎的模样，若是发生了无法减少魔力的情况，那你们要如何应对呢？话音刚落，一只体型巨大的半兽人就赫然出现在火焰墙中。见状，众人心中猛地一惊，为何在这种地方会出现这样的怪物？见此，蓝毛率先施展冰冻魔法禁锢半兽人的双腿，接着水晶激光狠狠地轰向其胸口。可这看似无懈可击的组合技，却连半兽人的皮毛都未伤到丝毫。只见一抹绿光自半兽人的眼眸中闪过，
接着挥舞巨锤朝着城堡猛地挥去。危机时刻，雷蒙德势如闪电挡下了这致命一击，并一剑秒杀了半兽人，可代价却是巨大的，这消耗了雷蒙德体内将近大半的魔力。眼前的一幕令蓝毛瞳孔骤然一缩，他不敢相信，这真的是与他们同期的学员吗？刚刚的那个魔法可是足以媲美五环魔法的破坏力。就在这时，雷蒙德感知到了佩珀传来的消息，只见佩珀在上空中不断转圈，而在下方正是隐藏了暗处的邪教徒们。对此，雷蒙德嘴角勾起一丝微笑，下一刻举起标枪，在蓝毛震惊的目光中猛地向外抛去，长枪如同迅雷一般轰然袭去，所过之处不死生物皆化为灰烬。见此，邪教徒动用全部魔力施展古盾，只听见一阵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待到烟雾散去，只见在支离破碎的古盾下，男人彻底失去生命。可还不等雷蒙德高兴，在男人的身后骤然出现一双阴森的绿色眼眸，而眼前的一幕更是令他瞪大了双眼。他的全力一击不仅被邪教徒轻松破解，还在不知何时陷入了骷髅大军的包围圈中。且更令雷蒙德感到棘手的是，每一只骷髅的手中都挟持一名学员作为人质，让三人根本不敢轻举妄动。局势瞬间向邪教徒一边倾倒。与此同时，在另一边，休伯特教授不顾众人阻拦，冲入休息室，出大事了！乌尔森师兄，邪教徒们开始行动了，他们的目标是雷蒙德。考场里的候补生现在十分危险。闻言，乌尔森心头猛地一震，凛冽的杀意瞬间爆射而出。这群混蛋居然敢在我的眼前闹事！画面一转，此时邪教徒一脸阴森地朝着雷蒙德威胁道：“如果你敢轻举妄动！”说罢，手中燃起绿色火焰，操纵骷髅，那么我就将他们全部杀死，把他们全部变成骷髅大军的一员。闻言，雷蒙德眼眸一凝，他开始分析目前所有可行的计划情况。邪教徒为了阻止人质魔法鸣唱堵住了嘴，所以就算利用闪烁偷袭成功，可若是不能阻止他挥手控制骷髅怪，那么大家都会死在这里。并且雷蒙德可以确定的是，这群邪教徒袭击考场并不是兴趣使然，而是有备而来，且他们袭击的目标正是自己。只见邪教徒对着人群中戏谑嘲讽道：“若是你想保住大家的性命，那就主动站出来，掩塔的小鬼！”闻此，雷蒙德手中的魔力凝聚了又消散，就如同他此刻的内心一样犹豫不决。最终他还是选择了最为保险的一条路，主动走向邪教徒的面前。见此，邪教徒不禁唏嘘道：“真是了不起的善心啊，为了救朋友献出自己的生命。”闻言，雷蒙德身形一顿，冰冷且嘶哑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回荡：“他们算什么朋友？弱者就是弱者，强者就是强者，他们只是一群心中充满嫉妒的家伙罢了。你肯定不明白吧？那是因为守护者的使命就是保护所有人。”而这句话如同一缕微光划破黑暗的天空，点燃了众人本该绝望的内心。闻言，邪教徒掩面嬉笑道：“在弱肉强食的世界里，你跟我谈使命正义，那只不过是弱者的虚张声势罢了。”见此，雷蒙德无奈地叹了一口气：“那你呢？只会躲在后面，没有勇气直面敌人的家伙。”闻言，邪教徒顿时被激怒，诡异的绿色魔力缭绕至全身。“那就如你所愿，掩塔的小鬼，我将亲自送你前往黄泉地狱。”说罢，指挥骷髅将雷蒙德的嘴巴封住，接着举起手中长剑，脸上布满了独属于邪教徒的狂热和癫狂。“你的死亡将是我们对于魔法界报复的开始。”然而就在这时，一声惊雷炸响，一道道雷霆之力在雷蒙德的周身悄然出现，而这正是雷蒙德精心准备的计划。此时的他早已脱离了一般魔法师的范畴，只需在心中默念咒语就能使用魔法，并且在之前成功跨越精灵之门时系统给予的神秘奖励高级魔法道具云环，在使用时能瞬间变成雷云，且随着使用者实力提升，戒指所附带的技能和威力也会逐渐提高。一瞬间，磅礴的雷霆之力从雷蒙德的体内迸发而出，发动魔法电闪雷鸣，刹那间100米粗的雷霆之力朝着邪教徒倾泻而出，强大的威力就连空气都被电得滋滋作响。邪教徒手中的魔法道具顷刻间就骤然碎裂。待到雷霆之力散去，在场令人棘手的骷髅大军瞬间化为沙土，而邪教徒更是被雷霆烤了个7分熟。此局就这样在雷蒙德的操作下成功解除，而蓝毛也是在第一时间为雷蒙德解开束缚，话语中满是对雷蒙德的钦佩。在这种情况下，你还能激怒对方使用魔法道具，真是太了不起了。闻言，雷蒙德微微一笑以表谢意。闻言，蓝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该说谢谢的是我们。说罢望向身后，眼眸一凝，我们得赶紧去叫选官们，大家都受了些许轻伤需要治疗。闻言，雷蒙德表示不用担心，选官们很快就会到的。见此，蓝毛疑惑地询问：你怎么知道？我的朋友会给他们带路。与此同时，在丛林外围，小火龙点燃了雷蒙德之前预留的法阵，让漆黑的丛林亮起一条通往丛林深处的火路。对此，雷蒙德在蓝毛的心中越发伟大，谁能想到一个比他们小一届的学员做事情居然能面面俱到。此时雷蒙德低头望向手心，虽然成功击败了邪教徒，但没想到居然需要消耗如此多的魔力，若是那一击没能成功，恐怕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然而就在这时，本该失去生命气息的邪教徒周身骤然缭绕魔力，且嘴中不断呢喃道：我将献祭自己的生命、自己的人生以及我的死亡。话音刚落，无数尸骸白骨将其团团包裹，紧接着嘶哑且刺耳的咒语在众人耳边响起，召唤魔法骷髅巨人。刹那间，一具100米高的骷髅巨人出现在众人眼前，仅是其散发出的魔力威压都让雷蒙德暗道不妙，这样的魔力水准起码超过了5环魔法，就算集结在场所有学员之力，都不可能是骷髅巨人的对手。见状，蓝毛连忙指挥众人朝着丛林逃去，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雷蒙德却义无反顾地冲了上去。你在干什么？为什么不逃？不用担心，他的目标是我，只要我能拖延时间支撑到选官们过来，那么就能保证所有人的安全。闻言，蓝毛心中对雷蒙德的敬佩之情越发强烈，
他很清楚，雷蒙德在击败邪教徒后魔力早就所剩无几，而在面对骷髅巨人这样强大的魔物，雷蒙德也是不敢稍有丝毫放松。仅是随意的一个挥击，恐怖的力量瞬间就将大地撕裂，并且为了节省体内为数不多的魔力，雷蒙德的每一次攻击都必须做到精准无误。接着右手凝聚火元素开始蓄力，下一刻火枪如同迅雷一般猛地射向骷髅的薄弱点。正如雷蒙德所想的一样，这一击对骷髅巨人造成了不小的伤害。可接下来的一幕却令雷蒙德心中凛然，只见诡异的绿色魔力不断修复其腰间的伤口，这让本就魔力枯竭的雷蒙德更是难上加难。就在这时，地面骤然鼓起2座大包，紧接着猛地朝他脑袋袭去，速度之快让雷蒙德差点脑袋搬家。定睛一看，所袭之物正是由白骨所形成的毒蝎尾巴。还不等雷蒙德稳下身形，毒刺再度猛地朝他袭去。危急时刻，蜀道寒冰利剑从侧方袭来，挡住了这致命一击，而出手之人正是蓝毛。你救了我一命，所以我不会抛下你去逃命的。接着蜀道寒冰利剑缭绕至周身，如闪电一般飞射向骷髅巨人链接尾巴的薄弱点。接着蓝毛洪亮的声音在众人耳边响起，你不是说过吗？我们的使命就是保护大家。闻言，本在逃跑的学员们停下了脚步，在相互对视片刻后，头也不回地向骷髅巨人奔去。见此，绿毛不解地朝众人质问道，你们都疯了吗？这个时候回去不就是送命吗？望着身后越来越多的身影，雷蒙德有些许诧异，现在的情况并不在他的计划之内。可随即他又欣然一笑，手中再度凝聚火焰标枪，既然想跟我一起战斗，那我可不会拦着你们。如果想活命，如果想打赢，那就好好听我指挥，我会对准骷髅巨人的脑袋弄出伤口，而你们则全力攻击那个地方。说罢，雷蒙德举起长枪积蓄力量，刹那间标枪化作流星，猛地朝骷髅巨人爆射而去。在攻击到的一瞬间，雷蒙德朝着众人大喊道，就是现在！下一刻，无数道魔法攻击接踵而至，刹那间在丛林的深处发出了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可即便如此，威力依旧无法秒杀骷髅巨人。伴随着诡异的绿色魔力浮现，原本骷髅巨人残破不堪的躯体瞬间恢复如初。对此，雷蒙德十分自责，紧紧握住因魔力即将枯竭而颤抖的右手。没关系，只要再来一次，再做一次火焰标枪，他不能辜负身后现任他的候补生们。大家冒着危险来到这里，不仅仅是为了那属于魔法师守护者的使命，更是为了自己，所以他要变得更强。随着雷蒙德心中的信念越发强烈，原本枯竭的身体瞬间迸发出炙热的火元素，脑袋顶端骤然伸出漆黑的龙角，眼眸在顷刻间转化为龙眼，手中的火焰标枪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输出功率。接着猛地朝着骷髅巨人爆射而出，伴随着众人的一声怒喝，火焰标枪与众人的魔法奇迹般的融合在了一起。下一刻，火焰标枪如同迅雷般疾驰而出，贯穿了骷髅巨人的身躯。与此同时，在不远处，乌尔森望着奋力应战的众人愤恨不已，这群弱鸡到底在干嘛？快点逃跑啊！原来自从那一场战役之后，乌尔森的人生信条就发生了改变，他坚信软弱就是弱点，只要有一个人倒下，其他人全都会倒下。可就在此时此刻，一直以来笼罩在他心中的黑暗，在火焰标枪贯穿骷髅巨人的同时一同被打破。他望着眼前如烟花般绚烂的场景，他明白了，正因为他们太弱，所以才能团结在一起。只要一个人站起来，所有人都会站起来。伴随着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响彻天地，骷髅巨人在这猛烈的一击缓缓倒下。可还不等众人高兴，在骷髅巨人的中心处骤然出现一道人影，只见其再度发动献祭魔法，诡异的绿色魔力瞬间开始修复骷髅巨人残破不堪的身体。健壮磅礴的紫色魔力在乌尔森手中凝聚，紧接着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骷髅巨人连同100米内的生物一同化作灰烬。这时一道虚弱的声音在乌尔森耳边响起，你既然要来，为啥不快一点？说罢，雷蒙德就脱力晕倒过去。在倒下的那一刻，休伯特闪身轻扶住他，辛苦了雷蒙德。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完成任务获得10位选官们的认同。待雷蒙德再次睁开双眼，已然回到了学院内的医务室。苏醒的第一时间，雷蒙德就询问其他候补生是否安然无恙。多亏了你平安无事，而且大家都说没有你，说不定大家都会死。闻言，雷蒙德微微一笑，没有大家的帮助，我一个人也是做不到的。随即，休伯特话锋一转，你不想知道考试结果吗？闻此，雷蒙德才突然意识到自己是在参加考试，连忙询问考试结果。其实从邪教徒袭击考场开始，考试内容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当时的情况，合作比竞争重要，在这一点选官们全同意了。所以在这一次选拔考试中，分数最高的人就是你，罗素·雷蒙德。闻言，雷蒙德的双眼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他将身体蜷缩在一起，掩面痛哭，不是因为获得了选拔赛第1名，而是因为他终于改变了上一世被学院赶出的未来。而在此次事件发生后，达利亚第一时间就召集了精英，开始调查幕后主使，势必要让这些人付出惨痛的代价。与此同时，在阴暗的角落中，这份耻辱我一定还给你，岩塔的小鬼。片刻后，乌尔森来到了医务室，一进来就一脸严肃地朝着雷蒙德质问道：“雷蒙德，出来跟我聊聊。”闻言，休伯特既害怕又担忧地反驳道：“雷蒙德还需要休息。”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雷蒙德打断：“我已经没事了，教授。”片刻后，两人来到了学院外的空地，随即乌尔森率先开口询问：“当你带领着水平低的学员跟邪教徒战斗时，是不是很烦躁？”接着乌尔森紧握拳头，再次说道：“从始至终我的想法都很简单，弱者就是弱点。”闻言，雷蒙德沉声反驳道：“我同意你的说法，但是正因为有弱者的存在，强者为了保护弱者必须变强，弱者为了保护自己拼命想成长，所以大家才不
不会全部淘汰，才会继续往前发展。望着雷蒙德眼中的坚毅，乌尔森陷入沉默，可随后嘴角却勾起一丝微笑，接着将一个包裹丢向雷蒙德。打开一看，正是篆刻有岩塔文章的披风，这意味着雷蒙德从这一刻起正式成为了岩塔的一员。不过你可不能开心的太早，你想进岩塔还剩一个考试，这是独属于岩塔历史悠久的传统。接着一圈紫色光环自乌尔森的脚底升起，你可以随意使用魔法，只要让我从这圆圈里走出来，就算你赢，但如果失败了，你要付出相应的代价。闻此，雷蒙德将手藏在身后，开始凝聚魔力，紧接着一把吞入口中，嘴角勾起一丝莫名的微笑。下一刻，磅礴的元素之力自体内奔腾而出，刹那间，整个学院都开始地动山摇，就连远在办公室里的休伯特都为之震惊。此刻，乌尔森心中颇为惊讶，同时他的右脚已然跨过了圆圈，他穿着快接近5环的魔甲，居然被一个3环的小子推出了圆圈，这简直就是不可思议。见此一幕，乌尔森心中的战意越发强烈。然而就在这时，休伯特教授飞速赶到，对着自己的师兄破口大骂道：“雷蒙德的身体还没有恢复，你怎么能这么逼迫他？”自知理亏的乌尔森也是心虚的解释道：“这是我们岩塔历史悠久的传统。”不过随后他又眼眸一眯，反正这是自从我想出这个考试后，雷蒙德你是通过的第一个新人，火焰魔法加上道具魔法，并且你还会召唤精灵。于是雷蒙德将佩珀召唤出来，望着小红龙可爱的模样，乌尔森和休伯特的心都要化掉了。翌日，雷蒙德顺利的结束毕业典礼，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恭喜宿主毕业，发放特别奖励和可食用高级魔石，而这特别奖励正巧跟第一次获得的地图一样。与此同时，系统发布任务，请到地图上标记的位置解决接下来的任务。望着地图中所标记的位置，雷蒙德呵呵一笑，这个位置是令所有生物闻风丧胆的存在，人类无法靠近的禁忌之岛呼里爱尔兰，这里有很多强大的魔物，是至少得达到6环以上的实力才能去的非常危险的地方。想到这里，雷蒙德不禁有些好奇，他眼眸深邃地凝望着眼前的系统面板，你究竟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只是单纯的想让我变强吗？或者为了某个目的让我变强？虽然现在还弄不清楚，不过雷蒙德还是十分感谢系统给予的帮助，毕竟在这一世他想守护的东西很多很多。画面一转，雷蒙德便与乌尔森踏上了前往王都的路途。这时雷蒙德一脸凝重地询问道：“师兄，我想问你件事，休伯特教授的任务是跟魔教徒有关吧？不然他们前脚刚袭击了学院，后脚教授就赶了回来。”闻言，乌尔森微微一笑：“你挺聪明啊。没错，休伯特的任务是追踪残存的邪教徒，虽然不知道这能不能叫残存，但他们已经严重影响了帝国的安危。”闻此，雷蒙德自告奋勇表示想帮助教授完成这个任务。听到这话，乌尔森眼神都变得戏谑起来，毛还没长齐的小家伙想追击邪教徒。可当他在看到雷蒙德异常认真的眼神后，一抹狂热自他脸上浮现，这才是作为男人应该有的远大梦想。我会跟师傅好好说一声，不过在此之前，你要学会我教你的魔法。说罢，乌尔森握紧拳头积蓄魔力，这个魔法叫过热，是专门用于一击必杀的魔法，而它的原理也很简单粗暴，就是把所有魔力集中在一起，像拉弹弓一样咻的一下发射出去。于是在接下的路途中，雷蒙德都在精心钻研魔法过热，最终不负众望，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超出了乌尔森的预料。雷蒙德不仅学会了过热，还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改造升级，进行2次叠加，威力远超之前的数倍。不过在施展完后，雷蒙德也感受到了这个魔法的副作用，它会瞬间消耗魔法师的精神力以及魔力，若是不能保证一击毙命，在面对强者时反倒是会露出破绽。不久后，众人来到了王都，但令雷蒙德没有想到的是，他遇见的第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居然是他。随后便前往岩塔与达利亚相见，但好巧不巧的是，今日居然与苍塔主海明威拜访的日子重叠了。闻言，海明威目光移向雷蒙德，我就说你怎么特地挑了今天，原来是想要炫耀你收的小弟子啊。闻言，达利亚也不装了，哈哈一笑，那当然了，虽然年纪小，但可是打败邪教徒的英雄，而且说实话，炫耀弟子这种话你没资格说吧。而苍塔主海明威身后那名仪表堂堂的男人，正是魔法界有史以来最年轻的6环魔法师艾伦·佩斯，被誉为难得一见的天才。上一世雷蒙德在生死存亡之际得到了他的帮助，没想到在这里可以遇见他。乌尔森看着2位老顽童互相争吵，不禁莞尔一笑。每次双方见面都会小吵一架。就在这时，艾伦拍了拍海明威的肩膀，打断道：“不好意思，师傅平时不这样的，只要跟岩塔主在一起就会变得像个孩子。”随后低头在海明威耳边提醒道：“师傅，您今天不是要去王宫吗？可不能因此耽误了王族啊。”接着走到雷蒙德身前打起招呼：“第一次见面，实在是失礼了，前辈客气了，我没关系的。”可紧接着雷蒙德话锋一转：“但是有点可惜啊，还想着让前辈看看我的魔法。”听到暗藏锋芒的话语，乌尔森也是猛地一惊，这家伙可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对此一旁的苍塔塔主也是哈哈大笑：“你小子真莽撞啊，我真好奇你的自信心从何而来。”说罢，磅礴的魔力如海浪一般朝着雷蒙德席卷而来。只是一瞬间，雷蒙德就被眼前魔力深深吸引，宛若身心都沉浸在大海之中。见状，海明威嘴角勾起一丝微笑，没想到都这把年纪了，居然也会碰到让我吃惊的事情。随即站起身来向达利亚打赌：5年内如果你的徒弟能追上我的徒弟，我把我拥有的神代遗物送你一个，怎么样？闻此，雷蒙德心头猛地一震，神代遗物是被世人所遗忘，但从神话时代开始就存在的装备，就算是最弱的
神代遗物都拥有匹敌7环的恐怖威力。可令海明威万万没想到的是，达利亚自信地表示只需要3年，若是3年内我的徒弟追不上你的徒弟，到时我给你一个神代遗物。闻言，海明威爽朗的笑声响彻整个房间。那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说罢便带着弟子离开了房间。在走廊中，艾伦担忧地询问道：“用神代遗物打赌真的没事吗？”“当然不行，所以你要努力变强，赢下这场赌局。”说罢，海明威透过窗户望向远方。“雷蒙德，你真的复活了吗？”在海明威离开之后，达利亚就说起了有关于邪教徒的事情。听说你想追查邪教徒，正巧现在收到了侦查报告，发现了袭击学院的邪教徒的痕迹，位置在中立城市苏德拉，身边没有一个人，独自一人逃亡中。闻言，雷蒙德面色一沉。苏德拉被称为犯罪者天国的地方，想不到这家伙居然选了这个地方。随即，达利亚表示：“你见过犯人，应该更容易找到他。但是老妖，他为了逃命，必定做好了万全的准备，甚至会威胁到你的生命。你还要冒险接下这个任务吗？”闻此，雷蒙德朝着达利亚献上至高的崇敬与礼仪。作为王国的守护者，这是我应当完成的任务。闻言，达利亚无奈地叹了一口气：“你都这么说了，那我也不好再劝。那么明天就出发吧，我会给你准备穿越门和补给品。”闻此，雷蒙德心中终于长松一口气，幸好师傅答应我了，这样阻止休伯特教授的死亡就迈出了第一步。翌日一早，雷蒙德满脸惊讶地望着背包里的补给品，其中甚至不乏最高级的治疗药，只要你还有一口气，都能将你救回来。看到这里，雷蒙德心中不仅暖暖的，虽然同意我做任务，但还是很担心我的安危。就在这时，窗外的建筑吸引了雷蒙德的注意，连忙叫停车夫。而此地正是鲁布里厄姆博物馆，要不是路过，雷蒙德都要忘记这件事了。他就是在这里依靠这颗龙心回到过去。这段时间，雷蒙德一直在思考，他的身上为什么出现这种奇迹。在思考许久后，他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变得更强，保护更多的人。似乎是雷蒙德心中的信念感染了龙心，只见其周身散发了耀眼的光圈。与此同时，系统发布任务：任务1，获得龙的心脏；任务2，请用自己的意志引导出龙的力量。第一个任务虽然很难，但也不是不能完成，只需立下足够大的功劳便能完成任务。但是龙人化却令雷蒙德摸不着头脑。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增加龙人化的解释。下一刻，磅礴的元素之力从体内迸发而出，眼眸转化为龙的眼睛。此刻，雷蒙德明白了，这正是每次遇到危机之时，魔力瞬间变强的感觉。而这也是雷蒙德第一次在镜中见到龙人化的自己。回到酒店后，雷蒙德开始钻研龙人化。他十分清楚，如果能用意志控制那时的感觉，龙人化加上过热，说不定能使用接近6环的一击必杀技。可现在的问题是，不管怎么练习都毫无反应，这个力量只会在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才会出现。闻言，小红龙灵光乍现，轻咬雷蒙德的裤脚，吸引他的注意。可不管怎么弄，雷蒙德都毫无反应。见状，小红龙怨念直冲天际，哇一声朝着雷蒙德来了一发小突袭，对着雷蒙德骂骂咧咧地喊道：“我可以帮你！”接着爬到雷蒙德的头顶，伴随着雷蒙德闭上双眼。下一刻，雷蒙德来到了一处神秘空间，此地正是第一次遇见佩珀时的圣灵的领域，并且此地的时间流速比外界要缓慢，简直就是修炼魔法的绝佳地方。然而就在这时，一只体型巨大的红龙骤然出现在雷蒙德的身后，庞大的身躯和恐怖的威压让他心中不由得为之一颤。见此，雷蒙德颤颤巍巍地喊了一个名字：“佩珀。”看着红龙低下头颅，雷蒙德也是庆幸自己猜对了。谢谢你帮我，但是跟你战斗实在有点强人所难。可就在下一刻，又是数只体型庞大的精灵骤然出现。见状，雷蒙德自嘲一笑，看来是我白操心了。而在他的身后，已然出现了一只通体金黄的人形生物。那么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